赵明，背个尸体怎的这般起劲儿，活像捡了宝似的，这一片的都归你了。白将，你还别说，这小子天生就是块做这个的料，他一人背尸能顶10个人的速度。你们知道什么？我这是在捡钱，顺便变强啊！系统接触普通寒族遗骸，成功获取力量属性1点。得快些！今日半天功夫，已经攒了40多点力量。若1点代表1斤力气，这半日我便多了40余斤气力，真是畅快。成功获取速度属性1点，成功获取寿命属性1点，成功获取体质属性1点。白将，我送这车去了。去吧去吧，你这小子手脚倒是真利索。眼下太平无事，不必如此赶工。树林尸身这差事，果然来对了。不必亲临风举，既能保命，又能悄然变强。若长此以往，未必不能窥见长生之门。赵家小子，又是你！这已是今日第4车了，好生勤快。有劳诸位兄长费心，这一车便托付给你们了。时辰紧迫，我不敢耽搁。头一回见人将背尸的活做得这般起劲儿。接触寒君侯遗骸，力量提升5点，迅捷提升5点，体魄提升5点，神思提升5点，寿元增加5日。首次获取君侯之遗泽，获得1阶秘匣1个。等级越高，所得馈赠果然越丰厚。立刻开启秘匣。1阶宝箱开启，获得护身内甲1副。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宝贝。一心接阵迎敌，为上！妙，这身手绝非寻常士卒。击杀寒君万将，力量提升20，迅捷提升20，体魄提升20，神思提升20，寿数增添20日，全数属性突破200，获得1阶秘匣1只。怪不得如此悍勇，竟是一名寒军万将。原来不止触碰遗骸，亲手杀敌同样可以获得馈赠。百将可还安好？无妨。方才那一剑是谁支的？哈哈哈哈！赵明，好小子！这一剑来得及时，老子差点就去见了老天爷。白将无恙便好，属下还得继续搬运尸身。赵小子，站住！你可知自己杀的是何人？此人名叫鲍丘，韩国上将军鲍渊的独子，他本是镇守边境的万军之将。我军破关后遍寻不得，没想到竟藏在尸堆里装死。你立下大功了，你杀的不仅是1名万将，而是鲍局的儿子。边境守将竟死在了这里，这军功能让赵明连升数级吧？7指升官，说不定还能得爵。你小子怎么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？白将，当时只为救人，没想那么多。您刚捡回一条命，还是先歇着吧，我得继续背尸了。来人，抬上鲍丘的尸首，随我去禀报君后。其余人仔细搜查战场，莫要再让诈死之敌伤了弟兄。难道这个世界当真存在修行之道？父亲，眼下晋军迅猛，李腾将军已抵阳城，不出3月，韩国必亡。韩地陛下兵力不过10万，你可知大王为何命蓝田大营全军出动？大王意在并吞天下，灭韩不难，难的是防范赵魏夹击。若2国出兵，唯有我蓝田大营全军在此，方可震慑其不敢妄动。多年前我大秦便有灭韩之力，之所以等到今日，正是为求一击必胜，同时试探诸国反应。禀上将军，后勤军传来捷讯，讲。后勤军已经寻获鲍丘尸体，此刻正在帐外。4日了，终是找到了。此人方死未久。禀上将军，鲍丘脱去甲胄，藏身尸堆，佯装毙命。后勤兵靠近时，他突然发难，连伤2人，最终被营中1名府兵所杀。啊！后勤府兵拖下去，与韩军士卒一并掩埋。至于斩杀鲍丘之人，以军功制封赏，直进2级，爵进1等。诺。战报与伤亡册目可曾整理妥当？已经成册，今日便可加急呈送咸阳。将鲍丘死于后勤府兵之手一事也附在战报后面。
倒也算是一桩趣闻。诺。且慢，嫣儿那丫头何在？他随李腾将军往阳城去了。你怎么不拦着？嫣儿的性子，父亲岂会不知？他身边有您500亲卫，又有李腾将军照看，应当无碍。由着他闹，待此番回到咸阳，便寻个人家将她嫁了，自有夫家管教。父亲当真舍得，何况以嫣儿的脾性，咸阳城中又有几人能入他的眼？赵明何在？上将军令，后秦第1军侯营兵卒赵明，阵斩韩将鲍丘，立大功，以大秦军功制擢升屯长，赐爵1级，另赐甲胄，利剑。赵明，谢上将军恩。干得漂亮！韩国万将鲍丘还是鲍渊的独子，却栽在我后勤营弟兄手中，此事替咱们后勤营长了大脸。上将军也记住你了，属下只是侥幸，能活下来便是本事。都看见了，大秦军功面前人人平等，无论出身兵种，只要敢于杀敌立功，爵位、官职与赏赐一样都不会少，全体都有。整队，即刻开拔，目标阳城。你还别说，这甲胄上身就是不一样。如今你也是屯长了，等以后再有立功的机会，连我也要听你指挥。受大秦国运官位之封，获得1阶宝箱；受使长职，获得1阶宝箱；受屯长职，获得1阶宝箱；受1级爵位公示，获得1阶宝箱；开启所有1阶宝箱，获得铜钱5000；获得1阶低品辟谷丹10颗；获得1阶高品武技爆裂拳；获得1阶中品止血散5瓶。是否修习爆裂拳？立刻休息。有了这些，才算在这乱世之中有了保命的底牌。阳城号称韩国西部最坚固的屏障，天下间除了我大秦，还有谁能在10日之内将其攻破？城的确破了，可也是用无数条人命填出来的。只要能灭韩国，付出代价便值得。幸好被分到了后勤军。所有后勤军将士听令，阳城虽破，城中仍有残敌，主营锐士正追剿敌军，尔等负责清扫战场，救治伤员。凡有气息者，立即送往伤兵营。5日之内，务必清理阳城内外。那人分明是女子，魏大哥，大秦军中竟有女子为将。女子？哪来的女子？马上发令的那位，明显是女扮男装。当真？赵兄弟，莫要随意议论。他身边皆是上将军亲卫，个个身负爵位，能带着这般阵仗，必是主帅身边的重要人物。明白，魏大哥，我带人收敛尸首去了。30人负责拉车，其余人随我搬运。诺。触碰普通兵卒，速度增加1点，力量增加1点；触碰百将遗骸，力量增加5点，寿命增加1天。触碰君侯遗骸，力量增加10点，速度增加10点。升任屯长之后，倒是省去了拉车往返的时间。这半日已失去500余点属性。后勤第1军侯营全体集结，城外已清理完毕，接下来进入城内。城中多为韩军尸体，难保没有敌兵炸死，所有人兵刃出鞘，务必小心。我第1军侯营为前锋，负责城楼与外城区域，凡发现活口，立即示警，不可独自冒进。诺。都小心些，你背起尸体便什么都顾不上。若发现活口，立刻招呼弟兄围上。百将放心，弟兄们，今日换个章程，10人负责补刀查验，20人运送尸体，剩下20人随我搬运。力量增加1点，速度增加1点，精神增加1点。全属性突破300，获得1阶宝箱1个。累计接触尸首超过1000具，获得神识引动之法。开启1阶宝箱，获得1阶高品兵器玄铁弓。提取神识引动之法。所谓神识，便是将精神之力外放，3丈之内，任何动静都瞒不过我。禀将军，城内已经彻查，仍未发现鲍渊踪迹，他应当在城破之前便已逃走。末将请率轻骑追击，定将其擒回。阳城虽已攻破，方圆100里仍有大量韩军溃兵，本将给你们半月时间肃清残敌。半月之后，大军直取韩都新帐。嫣儿，追击鲍元之事，我已另派人手。沙场不是儿戏，你还是返回上将军身边吧。李将军，末将随军是得了上将军首肯，更是大王亲封的军侯长。韩国未平，末将绝不离开前线，请将军分派军务。王延听令，阳城之中尚有韩军残部潜藏，本将命你率本部500亲卫，并暂领后勤军1万人，肃清城中敌踪。粮道与辎重押运也由你协助处置。末将领命。后勤军万将何在？末将陈磊在此。城中清理进度如何？回军侯长，
外城已经大致完成，内城尚需3日。太慢了，2天之内必须清理完毕，随后进入民宅逐一搜查，绝不能留下任何韩军残兵。诺。3日变成2天，这女人是阎王派来催命的不成？前线战报如何？阳城已经失守，阳城已失，新政再无屏障，都城兵马不足5万，如何抵挡秦军？秦军出兵不过1月，我韩国疆土便已失去3成。大王，秦军进兵太快，我国派往赵魏2国的使者，即便求得援兵，也已来不及解阳城之危。但无论此计成败，都应先将王族血脉秘密送出新政，为复国保留根基。准。愿上天庇佑韩国。上将军令，诛杀城中秦军，夺回阳城。敌袭！城中有兵，列阵迎敌。外面发生何事？禀军侯长，城内突然出现大批韩军，正在袭击各处巡队。敌军并非散兵，而是成规制的精锐，此刻正朝郡守府方向杀来。我军已经搜查全城，他们如何藏下如此多的人马？阳城是韩国重镇，地下极可能早有藏兵暗道，城中民宅数以万计。若敌人事先谋划，我军很难全部查清。他们的目标不仅是夺城，更可能是冲出城门，袭击城外粮草与辎重，断绝李腾将军后路。传令城中所有锐士立即结阵反击，同时命城外后勤军入城协战，绝不能让敌军冲破城门。诺。禀上将军，8000将士已经尽数出击，秦军措手不及，伤亡惨重。照此下去，天明之前便可夺回阳城。谁说本家要夺回阳城？传我将令，不必与城中秦军纠缠，全军冲出城门，直取城外辎重营，焚其粮草，毁其军械，断其补给。秦军纵有10万锐士，没了粮草，也不过是无根之木。只要拖到赵魏援军抵达，韩国便还有救。遵命。皇上，韩国不会亡。不对，所有人起身，有变！团长，发生何事了？全部着甲配线，我去唤醒其他帐众。赵家小子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城里恐怕生变了。城里生变？阳城不是已经拿下了吗？还能出什么乱子？我说不清，但醒来戒备总不会错，最好让临近营区也惊醒起来。赵小子，这时候闹出动静，若是无事，若是此刻不醒，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全军听令，凡秦族格杀勿论！弟弟，起来，快起来，迎敌！竟真有韩军从城里杀出来了！这些人早在城破前便藏进了城中，等主营锐士追击溃军后方空虚，再突然杀出，目标必是城外粮草与辎重。可10万大军曾经搜查全城，他们藏在何处？民宅藏不下，那便是在地底。如今怎么办？撤！所有人向后撤！战况如何？禀军侯长，韩军佯攻城中，主力已经冲出正门，正直扑城外后勤辎重营。中计了，立即整兵追击，绝不能让他们烧毁粮草。诺。暂时逃出来了。追兵，快逃啊！赵家兄弟，魏大哥，你不要命了？嘿，又欠你一回。老子好歹是你上司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被射死。走，逃不掉了。韩军不会留下活口，继续逃是死路。回头拼命，或许还能拖到城中援军赶来。若援军赶不及呢？那便黄泉路上结伴，杀一个不亏，杀2个便赚了。弟兄们，聚阵！弟兄们，韩人不会放我们离开，想活，便只能拿命拼出一条路。随我杀！横竖是死，跟他们拼了！击杀韩族，力量增加5点；击杀韩族，速度增加5点。跟上团长！想活命，便跟我杀！垂死挣扎。哼！全军压上，速战速决，将这些秦军尽数斩杀，不留活口。秦国连后勤之族也能战到这般地步，不能再拖了，全力进攻！误了焚毁粮草的大事，军法处置。赵小子，这次若能活下来，老子请你喝酒。何止你我，在场的弟兄一个也不能少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便赚了。给我再杀一回！誓死追随赵团长！
全军听令，歼敌勿进。上将军，秦军援兵已至，转身迎敌。援军到了，弟兄们，随我杀出去！上将军，我军力竭，不能再战，末将愿率秦卫开路，护您返回新郑。结束抱怨。难道真是天要亡我韩国？大韩将士，国若将倾，随本将血战到底！誓死追随上将军！抱冤，下马受缚，可保性命。大秦无人了吗？竟让一个女娃领兵上阵！大秦上将军王翦之女王嫣，今日便由我取你性命。妙极，原来是王翦之女。今日若能取你性命，本将倒要看看王翦日后还能否稳坐军中。众将士听令，全力围杀此女。取他首级，护住军侯长。终究还是冒进了。是他，便是此人带领秦军后勤组拖住我军1个多时辰，围杀此将。你的命，我收下了。斩！不想，本将纵横半生，竟死在一个运粮族手中。斩杀韩国上将军鲍渊，获得1缕国运，全属性增加50点，获得1阶宝箱1个。竟真是条大鱼！为上将军报仇！力量增加5点，击杀韩族；速度增加5点，击杀韩族；寿数增加5天。鲍渊已经伏诛，全军绞杀，片甲不留。1阶宝箱开启，获得黄阶高频武技开启全部宝箱，获得玄阶低频神兵霸王枪，获得黄金500两，获得初级医术。修习乱舞枪法，发什么愣？想想活着的事。谁能想到我们还能活着？若不是你带头反身迎敌，这些弟兄早就被韩军追杀殆尽了。单凭我一人挡不住7000韩军，是所有人拼命才撑到援军赶来。可第一个回头的人是你，是你把这些已经吓破胆的人重新聚到了一起。1万后秦军，如今只剩600-700人，罗超军侯也没能逃出来。此事自有上将军与王处置，我们能做的只有先保住性命。你身上还插着剑，医士怎么还没过来？只是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剑伤本身或许不重，可若剑罪沾染无物，引发7日风，便麻烦了。放心，韩军在地下藏了这么久，仓促出兵，未必有功夫在剑上动手脚。你这一战，少说杀了200-300人，这颗头还特意带在身边，莫非是什么大人物？魏大哥，你猜猜此人是谁？韩国万将？难道这是鲍渊？正是，鲍秋与鲍渊父子2人，如今都死在了我的手里。我亲自送他们团聚了。韩国上将军鲍渊，当真被你斩了？上将军也是血肉之躯，活着的时候手握重兵，死了也不过是一具尸体。赵兄弟，这回你真要一步登天了！斩杀一国上将军，这份战功必然直达王庭，纵然不能立即封将，官爵也必会连升数级。此功尚未核实，封赏也没有落定，现在高兴未免太早。你倒沉得住气。后秦第5营军侯卢浩，谢赵兄弟救命之恩！谢赵屯长救命之恩！诸位请起。今日能够活下来，并非赵某一人之功，是诸位袍泽自己握紧了刀剑，用性命撑到了援军赶来。1万后秦军，如今只剩这些人。罗超将军战死，9名军侯也只剩我一人。敌军杀来之时，我身为军侯，却也曾心生畏惧。是你第一个转身迎敌，才让所有人明白，继续逃跑只会死得更快。这一败，你受得起？诸位弟兄，昨夜袭营的主谋韩国上将军鲍渊已经伏诛，他带入阳城的韩军精锐也已尽数被灭。死去弟兄的仇，我们报了。卢军侯，有劳你将此物平报上去，告诉上面，后秦军虽遭突袭，却没有辱没秦军之名。我们挡住了韩国精锐，也亲手斩了他们的上将军。赵兄弟放心，此战所有人都亲眼所见，你的军功绝不会少上半分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启禀王上，蓝田大营有捷报至。速奏。上将军王翦坐镇边境，李腾将军率10万锐士攻破韩敌近万，如今已逼近韩国重镇阳城。依当前战事，不出数月，韩国必亡。善，恭贺王上。灭韩事关东出大计，各部需紧盯战局，有任何变化立即平报。臣等领命。王上，战报中还有一桩趣事。讲。韩国上将军鲍渊之子鲍秋，边境溃败后并未逃走，而是脱下甲胄，藏在尸堆中装死，
最终抱起伤人时，被一名后勤兵卒当场斩杀。鲍渊父子在韩国素有善战之名，鲍秋身为万军之将，却死在后勤兵手中，只怕九泉之下也难瞑目。斩杀鲍秋之人，可曾按军功受赏？已经擢升屯长，赐爵一级。甚好，我大秦军功制不因出身与兵种而异，立功者自当受赏。另传令王翦严防赵魏二国，若其敢趁机出兵，准其临机决断。臣领命。战损核算的如何？韩军8000精锐几乎全部被歼，我军具体伤亡仍在统计，但后勤营损失极重，万人止于数百。至少鲍元已经死了，韩国再无这位上将军，灭韩之战也少了一个心腹大患。军侯长，另有一份战报，内容颇为离奇。讲。后勤军中有一名屯长，此战独自斩敌近300人，一人斩敌300，战场如此混乱，如何核实？绝无差错。清点战场时，共发现285具被一剑断手的韩军尸体，后勤军幸存者也一致指认，皆是此人所杀。斩杀鲍渊的人可曾找到？军侯长，独占近300名韩族，率领后勤军反击，以及亲手斩杀鲍渊的，皆是同一人。此人名叫赵明，现任后勤第1军侯营屯长。此战若论首功，非他莫属。赵明，一字不漏，将此战如实禀报。诺。且慢。那赵明现在何处？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理应亲自前去道谢。幸存的后勤军大多身负伤势，赵明应当也在伤兵营附近。知道了。小兄弟，你这身子骨当真了得，身中5箭，竟没有一根伤及筋骨，剑弩仿佛被血肉卡住了一般。静养半月，应当便能下地走动。有劳军医了。医治伤足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那位医官，动刀之前，不需要以烈火灼烧刀刃，再用烈酒清洗伤口吗？烧刀，烈酒洗伤，为何要如此？烈酒只用于让伤者醉倒，减轻痛楚。至于烧灼刀刃，老夫闻所未闻。小兄弟伤势既已处理妥当，还是好生休养吧。赵兄弟，这位是陈夫子，师长当世名医，乃蓝田大营医术最为高明之人。送进伤兵营的重伤者，10人之中，大概能活下几人？若只是皮肉伤，自然无碍。可若伤及脏腑，流血不止，10人能活1人已是侥幸。若染上7日风，更是必死无疑。陈军医，事关同袍性命，我有几句话不得不说。请讲。处理伤口的刀具必须以烈火灼烧，一柄刀医治完1人，便要立即清洗，重新灼烧，否则便可能将1人的病症带到另1人身上。伤口同样需要用烈酒冲洗，如此一来，至少能够减少伤口溃烂与7日风发生的可能。你通晓医术？不敢言精通，家母精通医理，我自幼耳濡目染，略知1二。烈火灼刀，烈酒洗伤，老夫从未听过。此法若出了问题，你可知后果？若能救人，自当一试；出了任何差错，由我承担。来人，取火盆与烈酒。你说如何医治？老夫来做。还是我来吧。止血药，再取针线来。针线？要针线何用？缝合伤口。箭头取出后，敷上药粉，包扎创口即可。为何还要针线？成功救治1人，获得功德1点。功德有何作用？1点功德可兑换5点自由属性，10点功德可兑换1点技能点，用以提升技能熟练仅凭针线便能让伤口重新合拢。吾师乃当世名医，也从未传过这般手段。小兄弟，你当真只是一名后勤兵卒？不过是家母曾传授的一些医术罢了。此等秘术若能传开，足以令你名扬天下。陈军医伤兵众多，眼下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。我将烈火消毒、烈酒清创与缝合之法传给你，以陈军医的经验，掌握起来应当不难。你愿意将此术传给老夫？我不靠它谋取名利，陈军医学会后，便能再传给营中其他医官。救下的同袍越多，此法才越有价值。来日若能传入民间，也能少死许多百姓。老夫待军中伤足，谢过小兄弟。刀具需要在烈火上充分灼烧，烈酒即可让伤者饮用镇烫，也可用来清洗创口。缝合之时，要先将翻开的皮肉对齐，针脚不可太密，也不可过松。伤营主事何在？属下参见军侯长。伤族救治的如何？回军侯长，陈夫子正带领医官全力救治，已有不少重伤者脱离危险。你可知一名叫赵明的屯长？属下知道。他在何处？他正在向陈夫子传授医术。赵屯长所传的缝合与消毒之法，能大幅降低伤族死亡。陈夫子称，此术若能在军中推广，今后至少能多救下3、4成伤者。军侯长可是要见他？属下这便叫他过来。不必，救人要紧，不要打扰他们。老师，重伤者中10余人伤势过重，未能救回。
其余商族血势皆已止住，暂时保住了性命。赵小兄弟，今日这些商族能够活下来，全赖你的缝合之术。若烈火与烈酒真能防住七日风，此法将彻底改变我大秦军中救治商族的方式。老夫会亲自将此事禀报上将军，为你请功。那便有劳陈军医了。重伤者即已处理妥当，剩下轻伤可以慢慢救治。你自己也伤得不轻，早些歇息吧。这功德一定作用颇大，暂且留着，待得到真正难以修炼的功法，再用不迟。赵兄弟，第一军营的王烟军侯长已在营外等候你一整日了。王烟，何人？寻我何事？属下也不清楚，不过王军侯长身份尊贵，你还是亲自去见一见为好。且慢，赵兄弟脸上发间都是血污，这般模样去见上官，恐怕不妥。多谢提醒。你便是赵明？正是。随我来。军侯长，人已带到。你便是赵明？是。不知军侯长召见，所为何事？昨日若非你出手相救，我已死在韩军长矛之下。今日来此，是为谢你救命之恩。同为秦军袍泽，战场救人只是分内之事，军侯长不必挂怀。于你或许只是顺手，于我却是一条性命。你可以提一个要求，只要在我能力之内，我一定应允。我并无所求，钱财、官位皆可。斩杀鲍渊自有军功封赏，其他的我确实不缺。难道你当真没有任何愿望？若说愿望，倒是有一个。我想提前卸甲归乡，回去照顾母亲与妹妹。此事你能办到吗？你要卸甲归乡？正是。你可知此战过后，你至少能连升数级？你独斩近300韩族，又取鲍渊首级，保住大军粮道，这般功劳足以让你进入驻战营，甚至成为义军将领。旁人求之不得的机会，你竟想放弃？我入伍本就不是为了建功立业，家中母亲身体不好，我与妹妹又是双生子，母亲当年生下我们后便落下病根，我只想服满兵役，尽早回去侍奉她。秦律有定，普通士卒服役2年，驻战瑞士服役5年，无人有权擅自更改。即便是我，也不能放你提前归乡。无妨，我入伍也有半年，再服1年半便是。以你的本事，当初为何会被分入后勤营？为了活命，前线刀剑无眼，后勤营总归安全些。你当真不想建功立业？凭你的能力，将来封侯拜相也并非难事。比起建功立业，我更想活着。身为秦人，难道不该为国开疆拓土，忠君报国？若有外敌侵犯家乡，我自会提剑死战。可开疆拓土，是君王与权贵所谋，疆域扩大，他们能得功名权势，寻常士卒拼上性命，换来的往往只是一笔抚恤和一座坟墓。大秦征伐6国，是为结束100年战乱，待天下一统，百姓便能安居，这是老秦人世代的心愿。为此，谁都可以赴死。天下一统能够止战，我并不否认。可对寻常百姓而言，活着等到天下太平才有意义。不是所有人都想用命换爵位，更多的人只是年纪到了，被官府征召，不得不上战场。君王欲统一山河没有错，将领欲建功立业也没有错，而平民想活下去，儿子想回家侍奉母亲，同样没有错。看君侯长的气度，想必出身显贵之家。你有主将规格的亲卫随行，自然可以胸怀壮志，为朝廷拓土，为家族立功，这没有错。但对我和无数普通兵卒而言，最重要的不是权位，而是活下去，不让母亲为自己流尽眼泪。一将功成，脚下是万具枯骨。平民所求不过温饱，征族所求不过活着回家。君王有君王的志向，权贵有权贵的抱负，百姓也有百姓的活法，都没有错。还有一事。什么？你女扮男装的模样并不难看穿，将门之后或许志在四方，但女儿身也不必非要往血火里闯。战场证明不了一切。他竟看穿了我的身份，我不愿，我想握住自己的命。父亲，阳城危局已解。如何解的？李腾尚在前方，按时辰推算，绝不可能及时回援。此战经过颇为离奇，父亲还是亲自看吧。8000韩军尽数覆灭。正是。鲍渊率军突袭后勤营，原本已经得手，但有一支后勤残军反身死战，硬生生拖住韩军1个多时辰，燕儿方能率领城中锐士追上，前后夹击，将敌军全歼。后勤军伤亡如何？10000人之众，最终只剩600余人。这支后勤军要重重抚恤，他们虽非助战锐士，却用性命守住了粮道，也没有辱没我大秦军威。所有战死士卒，抚恤在旧例之上再加3成。此事我会亲自上奏大王。诺。父亲，一名屯长独自格杀近300韩族，并在乱军之中亲手斩下鲍渊首级。
一人杀敌300，还斩了鲍渊。你自己看，这般战力，已非常人所能及。纵是主营最精锐的瑞士统领，也未必有如此悍勇。赵明这个名字，你是否觉得耳熟？当日斩杀鲍渊之子鲍求的后勤兵也叫赵明。不错，鲍求与鲍渊父子2人，竟先后死在同一个后勤兵手中。此战赵明率先反身迎敌，稳住溃军，又斩杀敌帅，可谓首功。依军功之制，单凭杀敌数可进2级，阵斩鲍渊又可再进2级。不过这份功劳太大，理当由大王亲自定夺。待鲍渊首级送来，我会亲笔上奏。同时，请大王将赵明调入驻战营。如此人物，末将倒真想亲眼见上一见。报，蓝田大营首席医官陈夫子有紧急军情呈递。父亲，出了何事？莫非伤兵营出了变故？我听闻嫣儿此次险些死在鲍渊手中，幸得赵明相救。什么？嫣儿险些遭鲍渊毒手？暗中护卫嫣儿的亲卫传回消息，那一战他追击鲍渊时冲得太急，被韩军精锐围住。幸好赵明及时杀到，斩了鲍渊，才将他救下。胡闹！真当战场是他王家的演武场不成？父亲，陈军医送来的急报究竟出了何事？这封急报并非为了嫣儿，陈夫子是来向我要人的。要谁？赵明。赵明通晓医理，创出了2种救治之术：一为缝合法，可将裂开的伤口以针线缝合，迅速止血；一为着火消毒，以烈火与烈酒清理刀具伤口，预防7日风。凭这2种方法，伤兵营200余名重伤士卒，最终只死了10余人。重伤者10不存1，向来已是军中常态。200余人只折损10余人，这几乎是在与阎王夺命。若非亲眼所见，陈夫子也不会以急报请人。吾能在乱军之中斩杀敌帅，亦能从鬼门关前救回伤卒。赵明此子的确称得上奇才。父亲，医术固然重要，可缝合消毒之法既传给陈夫子，便能由军医营继续推广。但赵明那一身勇力却是旁人学不来的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他理当进入主战营，而非长留伤兵营。哼，你以为为父会把阵斩鲍渊的猛士塞进军医营中捣药不成？若调入主战营，末将愿将他收入帐下。你的算盘倒打得响。你所领之军负责策应，并非此次灭韩的正面主力。按军制，他若调入主战营，也应先归李腾麾下。待灭韩之后呢？届时再议。杨成藏有近万韩军，李腾未曾彻查，便急于率军追击。若非后勤营死战，又有赵明率部阻敌，我军粮道必遭重创。哼，此事李腾难辞其咎，传我军令，申斥李腾，暂记其过。灭韩之前若再生纰漏，2罪并罚，战后再做处置。此外，将阳城战况、鲍渊首级及赵明功绩全部送往咸阳，呈报大王。诺。救治伤兵1人，获得功德1点。陈兄，缝合之术你已尽数掌握，往后再传给营中其他军医，伤卒便能多几分活命的机会。全赖赵兄弟不吝相授。对了，你先前请调我进入军医营之时，可有回信？尚未有回音。老夫平生极少向王翦开口，此番亲自写信索要一个人，他总该给我几分薄面。陈军医，上将军大营回信。消息这不就来了？信上如何说？王翦驳回了，他已亲自上奏大王，要将你从后勤营调入主战营。王翦这个老匹夫，当年是他亲自请老夫出山执掌蓝田军医营，如今老夫第一次开口要人，他竟半点情面也不给，我这便去找他理论。陈御医，您恐怕还不知道赵明在阳城一战中做了什么。除了医术，他还能有什么本事？若非赵明率领后勤残军反身迎战，鲍渊早已烧毁粮草，断绝我军后路。他独自斩杀近300韩族，更亲手取下鲍渊首级。这般人物，上将军怎可能将他留在军医营？当真？当真。但我确实愿意留在军医营。唉，你愿意也没用，阵斩上将，杀敌数百，这般战功若被塞进医营，大王知道了，只怕连王翦都要被问一个埋没英才之罪。除非年迈重伤，或由朝廷另行调任，否则很难轻易卸甲。赵兄弟，调入主营是寻常兵卒求都求不来的机会，你此番立下大功，必然加官进爵，赐予田宅钱财。等有了权势，自然能安排侍从照料母亲，何必非要亲自回去？旁人照料的再周到，也代替不了儿子。我母亲需要的，不只是衣食无忧，她需要知道我还活着，也需要我守在身边。我从未想过封侯拜将，可如今王翦已经将我的名字送往咸阳。若大王诏令真的下来，
你方才说你与妹妹是双生子，是，母亲当年生下我与妹妹，几乎丢了半条命，此后元气大伤，每到寒冬便病痛缠身。女子产下双生子，的确极易亏损根本，寻常汤药只能调养，难以彻底治愈。不过老夫倒知道一件奇物，或许能补足你母亲的亏空，甚至令其延年益寿。什么奇物？千年血参，此物集天地精华而生，药力远胜寻常人参。你母亲若能服下，救急极可能彻底痊愈。在何处？咸阳大秦国库。陈老哥，你说了岂不是等于没说？国库重地，难道让我去做窃国之贼？咸阳王宫禁卫森严，国库又以精铜玄铁铸造，岂是人力能够强闯？但你未必没有堂堂正正得到血参的机会。此言何意？你已经斩杀韩国上将鲍渊，保住大军粮道，立下滔天大功。待大王封赏时，再多立几次大功，以功劳求取血参，大王未必不会应允。陈老哥绕了这么大一圈，是想劝我接受调令？你这小子心思太深，我确实不愿看你因为归乡之事心生抗拒。你要明白，若大王诏令调你进入主战营，大秦境内无人能够违抗，抗旨、逃营皆是谋逆重罪，甚至可能株连家人。陈老哥的提醒，我记下了。那株千年血参，我一定会拿到。你能想通便好。不过调令未到之前，我还得继续留在伤兵营。求之不得！调令1个月不来，你便留1个月；2个月不来，你便留2个月。伤兵营永远有你的位置。有劳军侯长专程送信。我与赵兄弟还要继续救治伤卒，营中血气重，军虎长先请回吧。赵明，你原本的后勤营已经残破，我在战营附近替你安排了一处住处。另外，今晚李腾将军要见你，到时我会派人来领路。李将军为何见我？见了自然知晓。赵明，你之前说我不必非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，可你知不知道我为何非要证明？你真以为这是我情愿的吗？我怎会知道他为何要证明自己？小子，你这缘分可不浅。什么缘分？你还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上将军王翦老来所得的女儿，王家视若掌上明珠。听闻大王有意将她赐婚给长公子扶苏，他不愿成为联姻的棋子，这才执意随军，想凭军功掌握自己的婚事，乱军救命，腋下交心。这因果怕是没那么容易断了。贪功冒进，不增兵固守阳城，城中残敌尚未肃清，便急于率军追击，竟让鲍渊带着近万精锐袭我后路，险些断绝粮道。李腾太令寡人失望了。大王息怒。大王，鲍渊虽占先机，但他面对的是王翦上将军，即便一时袭扰粮道，也不足以动摇灭韩大局。此役之失，罪在李腾。正是灭韩关键时刻，寡人暂不临阵换将，此过先记下，待战后再论。报！上将军王翦急报，请大王亲了。鲍渊啊，鲍渊，机关算尽，终成泡影。大王，可是王翦上将军已将鲍渊击败，鲍云已死，他麾下精锐尽数覆灭，粮道之危已解。韩国自此再无大将能够阻挡我大秦铁骑。恭贺大王，灭韩之日已在眼前。王翦上将军用兵沉稳，鲍渊行险弄奇，终究难敌堂堂之师。卫青此言差矣。阳城一战真正扭转战局之人，并非王翦，不是上将军，莫非是李腾及时回援？这份军报足以令朱清震惊。念：臣王翦启奏大王，阳城之役，李腾轻敌冒进，未留足够兵力镇守后方，致使韩将鲍渊率8000精锐潜伏城中，突袭秦军辎重营，后秦军万人遭受夜袭，最终仅余600余人。危急之际，后秦军屯长赵明率先止步，带领残部反身迎战，周围溃卒受其鼓舞，纷纷巨阵死战。5000后秦兵以血肉之躯拖住近7000韩军精锐，直至阳城守军赶到，将敌军合围歼灭。此战扭转危局之关键，皆系于赵明一人。其阵斩韩卒近300，更于乱军之中取下韩军上将鲍渊之首级，致使敌军士气崩溃。赵明之功不可埋没，臣请大王依制后赏，并将其调入主战营，为大秦效力。一人斩杀300韩卒，如何能够闯过鲍渊亲卫，取其首级？纵观古今，也未曾听闻有人能独斩数百。鲍渊首级在此，请大王验视。军功录经过后勤锐士副将与主将层层核验，此战报又由上将军王翦亲笔所写，绝无虚妄。大王，臣似乎曾经听过赵明这个名字。当日鲍渊之子鲍丘藏身尸堆，最终死于一名后勤兵之手，那人也叫赵明。鲍丘与鲍渊父子2人竟先后死于同一个后勤士卒之手，阵斩敌将父子，毒杀300精锐，又能力挽粮道之危，此等人物绝非池中之物。大秦能得此猛士，乃大王德不苍生，天命所归。天命所归。后勤营中竟藏着这般猛将，的确是天耀大秦。如此功勋，理当厚赏。
以大秦军功制，赵明当如何封赏？赵明现任屯长，阵斩300敌卒，可擢升500主，爵进2级。率部挽回粮道，阵斩敌军上将，又可再进官2级，爵2级。赵明悍勇至此，自当以瑞士论功。难道大王还准备将他留在后勤营搬运粮草？大秦唯才是举，岂能让明珠长久藏于木屋之中？大一令下午且求见。宣，老臣拜见大王。夏卿无需多礼，你今日特意上朝，可是遇到了什么紧要之事？蓝田大营之中出现了一位医道奇才，夏太医莫非又收了一位天资卓绝的弟子？并非老夫弟子，此人原本只是蓝田大营的一名后勤兵卒。夏卿细细说来。夏卿，竹简上记载的伤兵存活数目确凿无误，绝无虚言。此报由陈夫子亲自核实，那名士卒创出缝合法与着火消毒之术。陈夫子以300名重伤士卒试用新法，最终275人得以存活，只有25人伤重不治。更重要的是，存活者无一人感染7日风。缝合法可以迅速止住伤口流血，烈火与烈酒则能减少伤口溃烂，防住7日风。若将2种方法传遍军中，不知能救下多少大秦锐士。老臣恳请大王将此人调入蓝田军医营，待灭韩战事结束，再召入咸阳，由老臣亲自教导。夏卿，你要旁人，寡人或许可以答应，唯独此人不行。为何？陈夫子的来信分明说，此人只是一名后勤兵。夏卿口中的后勤兵可不简单。鲍渊突袭阳城，若非此人率领后勤残军反分死战，我军粮道早已被毁。他独自斩杀近300韩族，并亲手取下鲍渊首级。王翦已经上奏，请求将他调入主战营，寡人准了。那人叫赵明。正是，寡人也是今日才知道，他不仅有万夫难挡之勇，竟还精通医术，既能阵前杀敌，又能帐中救人。此次给寡人的惊喜倒是一重接着一重。既是王翦上将军亲自举荐的猛将，老臣不敢误其前程，但老臣愿以性命担保，赵明所创的新法确能挽救无数军卒，还请大王厚赏。凡有功于大秦者，寡人从不吝啬。魏良，拟诏后勤军屯长赵明临危指溃，率军破敌，阵斩敌帅，又现疗伤新法，救我大秦锐士无数，武功医功皆不可没。如此奇才，若止于旧例赏赐，未免寒了功臣之心。寡人今日便让满朝文武看看，大秦究竟会如何赏一个真正的有功之人。寡人今日便让满朝文武看看，大秦究竟会如何赏一个真正的有功之人。即日起，调赵明进入主战锐士营，受锐士之衔，军职连升4级，任军侯长，统领5000兵马，爵位连进5级，赐官大夫爵。军职俸禄、爵位、岁俸及相应田亩，皆依制核发，待灭韩战事结束后兑现。臣领诏。传谕王翦，赵明如何调用，如何安置，由他自行决断。臣明白。大王，臣还有一事陈奏。讲。鲍渊能够偷袭阳城，罪在主将轻敌冒进。后勤军本不负责正面作战，面对韩军精锐，却仍拔剑死战，最终近万人战死。然而后勤士卒阵亡后的抚恤远低于主战锐士，臣恳请大王将阳城阵亡的后勤将士视作锐士，以锐士抚恤之制安置其家眷。大王，爵赏抚恤自有定制，不可轻易更改。此次后勤军战死近万人，若全数依瑞士标准发放，国库将增加巨额开支。大秦数十万军队正在韩境，每日耗费无数钱粮，不宜因此动摇国志。这些士卒原本可以守在辎重营中，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提剑迎敌。他们为国战死，凭什么不能得到瑞士的哀荣？倘若因为吝惜钱粮便薄待忠勇之士，岂不令全军将士心寒？国法不可因人情而变。今日后勤军可以破例，来日其他军营同样可以援引此事。长此以往，军功爵制如何维系？够了，国法不可轻废，将士的血也不可轻负。阳城战死的后勤士卒，准以瑞士抚恤标准的1半额外折算，这便是寡人给他们与其家人的交代。大王圣明。魏大人久在行我，不知当家之难。30万大军陈兵韩境，每日人吃马眼，耗费的都是国库积蓄。灭韩耗费虽巨，却远未伤及大秦根基。还是说国库到了王项目中便已经见底了？岳父，上一回见您已是1个月前，您便如此不愿入宫见寡人。大王多虑了，臣不喜朝堂纷争，此生所愿唯有钻研医道。这些年来，寡人身边能够说几句真心话的人越来越少。岳父若有闲暇，便多入宫走动。赵明所创的新法，如今有多少人知晓？他已经将缝合与消毒之法全部传给陈夫子，陈夫子也开始教授军中其他医官。此子传授救命之法时，没有索要钱财，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。依老臣看来，确有医者仁心。岳父是想收他为徒吧？正是。
此子医术尚未精熟，可对医理的见解却远胜常人。若有名师指点，日后必能成为一代名医。赵明勇力过人，王翦也亲自上奏举荐，若让他长留军医营，的确是埋没将才。难得岳父开口，这一次寡人却不能答应。大王无需为此介怀，比起培养一名医者，大秦眼下的确更需要一位能够征战六国的猛将。灭韩只是第一步，韩国之后便是赵国，天下一统的大势已经开启，谁也阻挡不了。不久之后，寡人定会让岳父得偿所愿。禀将军，后勤军屯长赵明已到。参见李将军。不料你竟如此年少，果真是英雄出少年。鲍云藏身阳城，是本将没有料到。我以为他已经逃远，为了追杀韩军残部，便率军深入百里。谁知他竟率精锐潜伏城中，险些毁掉粮草辎重。若不是你率后勤军挡住敌兵，如今坐在此处的，恐怕已是前来接替我的新任主将。那1万后勤弟兄，也的确是因我的冒将而死。将军若心中难安，可以在战事稍歇之后，亲自前往焚云祭奠，再向咸阳上奏，请求朝廷增加战死士卒的抚恤。他们的家中大多还有父母妻子等待，若能多给几分钱粮，至少能让那些亡魂少一些牵挂。战后祭奠，本将必定亲自前往。王翦上将军也已为阵亡将士请奏抚恤，朝廷绝不会亏待他们的家眷。若能再多得几分恩赏，自然更好。这些士卒拼上性命，所求的无非是让家中的亲人多一口粮，多一条活路。那笔抚恤，是他们留给世间最后的东西。抚恤之事，你无需挂虑。大秦有功必赏，有过必罚，绝不会亏待为国效死的将士。王翦上将军的军报已经送往咸阳，你的战功与后勤军死守粮道之功，皆已上达天听。不出10日，大王诏令便会抵达阳城。待诏令一下，你便不再属于后勤营。上将军已有意将你调入我的中军军营。王命既下，末将自当遵从。好，你伤势尚未完全痊愈，这几日不必参与操练，好生休养。如今韩军残部尚在清剿，大军正稳步向新郑推进，暂时没有大战。遵命。李将军，末将也有一事相求。但说无妨。末将想让赵明调入我的麾下。你想清楚了？是。此事我会向上将禀报。谢将军。反正你早晚要进入驻战营，不如先随我去看看。正好，我也想见识一下大秦真正的瑞士营与后勤营究竟有何不同。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我应该问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我身份的？身份？我是女子。这还需要刻意辨认？军营里哪有你这般白净的士卒？你故意压低嗓音，也掩不住原本的声音。至于身形，男子总不会有你这般纤细的轮廓。轻浮。是你自己问的。你真的那么想回家？谁不想归家？我不想。我只是普通百姓，不明白高门大户的规矩。不过家世越显赫，或许越有身不由己之事。若能选择，我宁愿没有生在高门。至少那样，我不必事事任人安排。不过你这话也有些不知民间疾苦。天下不知多少人做梦都想生在你这样的家族。你为婚事和家族约束苦恼，可更多百姓明日能否吃饱，能否活着都不知道。或许是吧。参见军侯长。免礼。看出什么了？气魄不同，他们眼里有血火，身上带着杀气。后勤营的兵卒只是被征召服役，这些人却已被练成了真正的战争利器。看得倒是透彻。我在蓝田大营待了这么久，却很少见到成建制的骑兵。大秦骑兵多驻扎在北地大营，用来抵御草原异族。蓝田大营也有5000骑兵，主要负责驰援和追击。去。营中将士早就想见见斩杀鲍约的人，既然来了，岂能不让他们见一面？大秦瑞士！5日前，韩军上将鲍约藏兵阳城，意图毁掉粮草，断绝大军后路。若敌军得手，你我皆会成为大秦的罪人。危急之时，后勤军屯长赵明率领溃兵反身死战，拖住韩军精锐，直至我军赶到，将其合围歼灭。此刻站在这里的便是赵明。谢赵屯长！谢赵屯长！同为秦军袍泽，分内之事不必言谢。另有一事，赵屯长的军功已经呈报大王，不久之后，
他便会正式调入主战瑞士营。敢问军侯长，赵屯长日后是否会留在我军？赵明如何调任，需由上将军决定，我岂能妄言？属下明白。赵屯长今日第一次来到驻战营，诸位既然都听过他的战绩，若想请教切磋，眼下正是机会。听闻赵屯长阵斩300，不知可愿依军中惯例，与我等徒手切磋一番？赵明，你伤势初愈，不必理会他们。无妨，可以。弟兄们都看仔细了。张翰，请赵屯长赐教。请。得罪了，一起上吧。方才发生了什么？我竟没看见他如何出手，这真是人能有的速度。现在可还怀疑？赵屯长武勇过人，我等心服口服。若非他方才留守，你们已经死了。谢赵屯长手下留情。只是切磋，不必如此。军中操练自有定式，可真正到了战场，军阵随时可能被冲散，敌人也不会依照你熟悉的招式进攻。生死之间，最重要的是临机应变。至于如何提高搏杀能力，并没有什么一学便能无敌的秘法。刺、斩、劈，每一个动作都需日复一日的锤炼，直至化为身体本能。归根垫底，只有一句：平日操练多流汗，战时交锋少流血。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。赵屯长说得好。今日只是随王军侯长前来看看，诸位继续操练便是。我先告辞。散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你准备去哪里？天色已晚，自然回商军营休息。商军营里的重伤者已经全部处理完毕，我也与陈夫子说好了，王赵抵达之前，你暂住驻战营。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营舍。你该不会在打什么主意吧？鬼才打你的主意！这里原本是韩将住所，王赵抵达之前，你便住在此处。住处很好，不过你是否应该先松手？这几日你不许随意离营，我已吩咐守军看着你，3餐也会让人送来。还有，我叫王嫣，嫣然的嫣。这姑娘该不会真动了什么心思吧？以后若有机会，也该给母亲与妹妹盖一座这样的宅院。登徒子，赵明。恭迎上将军。末将知罪。进城。李腾，一可知罪。末将知罪。未留足够兵力镇守阳城，致使近万押粮士卒战死，也因你调度疏漏，大军粮道险些被暴渊截断。这等过失，足以令灭韩大计毁于一旦。末将甘受军法处置。大王的诏令已经到了。李腾轻警冒进，致使粮道遇袭，近万后勤士卒战死，此罪暂且记下，留任原职，戴罪立功。若后续战事再生差池，两罪并定。末将谢大王天恩。起来吧。如今战况如何？赵明何在？回上将军，赵明暂驻城西驻战营，其余人退下，嫣儿留下。嫣儿，你终于肯面对了。父亲，我的一生当真不能由自己选择吗？王家并非寻常门第，为父手握重兵，你兄长同样统领大军。我们站得越高，受到的猜忌便越重。婚姻对于王家而言，从来不是婚姻，它是王权用来笼络制衡世家的绳索。莫说你，即便为父也很难挣脱。难道连一丝转圜都没有？咸阳已有风声，大王有意将丽阳公主赐婚给你兄长。至于你，朝中恐怕会有人提议将你许配给长公子扶苏。此番战事结束，你先随为父归家。眼下大王心系灭韩，婚事暂时不会落定，能否有转机，日后再想办法。好一手连珠箭！赵屯长6日前才第一次挽弓，今日竟已能3箭齐发，箭无虚落。看这力道，别说50丈，便是100丈也能一试。赵屯长，有没有兴趣试一试100丈靶？蓝田营地能在100丈之外命中靶心的，皆是军中数得上名号的神箭手。既然张军侯开口，那便试试。来人，射100丈靶。那边发生了何事？回上将军，是赵屯长正在试射100丈箭靶。赵明，他还精通箭术。上将军有所不知，6日前赵屯长还是第一次接触弓箭，如今50丈内已能3箭连珠，箭箭正中靶心。依军中惯例，100丈外10箭能有5箭命中靶心，便可称为神箭手。若10箭全部命中呢？那便是神箭手中的魁首，可以让剑王为你特制剑齿，并在箭杆上刻下专属印记，用以核验战功。如此说来，这剑印我便收下了。10箭全部正中靶心，每一箭皆贯穿箭靶，赵屯长当为神箭魁首。好箭术！拜见上将军。末将赵明
见过上将军。免礼，百丈之外，十箭同中，又有如此力道。本将统兵数10年，也从未见过这般剑术。上将军谬赞，只是侥幸罢了。10箭齐中，可不是侥幸。6日便能将剑术练到这般地步，你的天赋实乃本将平生仅见。既是神剑魁首，便依军中旧例，由赵明自定剑印，剑房刻印致使。还不按规矩办？请赵屯长自定剑印。任何字都可以。神箭手可自行决定。此后剑房会依照剑印特制剑矢，战后也能以此核验军功。倒是符合你的性情。剑印既定，此后杀字便是赵明专属印记。剑房依式制剑，不得有误。落，全军集结。本将今日亲临阳城，只为2件事。其一，阳城遭敌偷袭，粮道险些被断，主将李腾难辞其咎，奉大王之命，暂记其过，令其戴罪立功。若之后再有差池，立即交由中军司马严办。其二，后勤军屯长赵明临危不惧，率军破敌，解粮道之危，又创缝合消毒之法，救治大秦商族，功勋卓著。即日起调入主战锐士营，官职连升4级，任都尉军侯长，统领5000锐士，爵位连进5级，赐官大夫爵，相应俸禄、岁赏与田亩，皆依军功制度颁发，战事结束后兑现。赵明，还不接诏？臣赵明领诏，谢大王隆恩。取都尉军侯长甲诏。从今日起，你麾下将有5000锐士，他们的生死荣辱皆系于你一人之手。这份重量你要记住。末将谨记。大王对你寄予厚望，莫负王恩。赵明以一介后勤军卒之身，平军功明达天听，今日受封官大夫，统领5000锐士。此事正是要告诉三军，大秦用人不问出身，只看军功。杀敌者必赏，为国者必生。今日站在这里的赵明，来日也可能是朱流的任何一人。可惜都尉未必会留在我们营中，若由都尉统帅，弟兄们必能在战场上杀个痛快。怎么，王军侯常待你们不好？并非不好，只是军侯长身份特殊，主将很少让我们冲锋在前，弟兄们眼看其他营杀敌立功，难免心急。后方同样需要人镇守，阳城一战便是最好的教训。可弟兄们从军，谁不想博一个军功？军令如山，日后总有机会。领取晋升奖励，晋升100将，获得1阶宝箱；晋升500主，获得1阶宝箱。全部开启。获得2阶低品兵器龙泉剑，获得1阶中品止血散配方。提取终极内功。赵明，我要你记住我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明日我便要离开阳城了。去哪里？回家。你不留在军中了？留下又能如何？我原以为只要在军中必立下足够的功劳，便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可父亲说的对，王家的女儿无论立下多少军功，终究只是一枚用来联姻的棋子。今日便当你替我送行，也让我再谢你一次救命之恩。干了！你总看着我做什么？吃菜，将军。过了今晚，我们以后或许再也见不到了。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一个女子跑到这里，既证明不了什么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谁说我看不起你？这世道，女子能够选择的路本就不多。你明知前路艰难，却仍敢踏入军营，与命运争上一争。单凭这份胆魄，便已经胜过世间无数人。纵然结果不如你所愿，也无人有资格轻视你。当真？当真。或许你只是在宽慰我，可听到这些话，我真的很高兴。赵明，谢谢你。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吗？大秦上将军王翦。若非如此，李腾也不会处处护着你。原来你早就猜到了。那你可知道朝中有人准备请大王将我许配给谁？谁？长公子扶苏。你不愿意？我不愿。扶苏公子或许很好，可我不想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。我更不愿成为王家与王族之间
用来交换利益的棋子。我只想嫁给一个真心待我的人。过去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人很难遇见，直到阳城一战，你从韩军长矛下救了我，又从未因我的身份刻意讨好。你会因为普通士卒的死而愤怒，会把能够救命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给军医。赵明，我心悦你，或许是因为救命之恩，或许是从你挡在我身前时便已经动心。若我能够自己选择，我想嫁给你。天命若不能改变，那我便先改变自己。赵明，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。王嫣在哪里？清晨见他的亲卫在侧门集结，应该是……启程。若你从未说过喜欢我，你嫁给何人，自然与我无关。可你既然已经向我表明心意，我便不会再让任何人决定你的归宿。扶苏又如何？王权又如何？终有一日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你王嫣只会堂堂正正地嫁入赵家。末将赵明参见将军。来得倒早，不过一夜之间，你似乎与从前不同了。末将不明白将军之意。从前地级进入主营统领兵马，你总有几分勉强，今日却像换了一个人。既然已经入局，便当顺势而为，为国征战，也为自己挣一份前程。哈哈，好，男儿生于世间，正该如此。敢问将军，末将将接管哪一营兵马？王都尉另有调遣，从今日起，他原本统领的5000兵马，全部交由你接管。果然如此，王嫣离开，留下的正是他原本掌管的都尉营。末将领命。不过，末将还有一请。讲。末将愿领兵前线杀敌，不愿继续留守阳城。果然是将才，岂会让你这样的猛将继续困守阳城？待你接掌兵符，自有战事交给你。末将定不负将军所托。陈涛，末将在。这位是你日后的直属上官，万将陈涛，此人便是镇斩鲍玉的赵明。从今日起，由他接管王岩留下的第1都尉营，整军完毕后即开赴新郑方向，具体军务由你调度。诺。陈将军到。拜见将军。原王岩都尉奉命调任，其麾下第1都尉营自今日起交由赵明都尉全权掌管。魏大哥，还不拜见新任都尉？参见赵都尉。赵都尉，第1都尉营便交给你了。诸位弟兄，起身。谢都尉。自今日起，由我赵明执掌此营。多余的话我不说，我只向诸位保证一件事：战场之上，我不会抛下任何一名弟兄。赵小子，老子也调进主营了，还升任了军侯，高不高兴？对，我们都来了。600多名老弟兄，除了10几名重伤归乡的，其余一个不少。你们知道驻战营是什么地方吗？后勤营只需搬运粮草、收敛尸体，这里却要正面冲锋，随时可能战死。咱们早在鬼门关前走过一回，还怕再走一次？得知你要进入主战营，弟兄们没有一个犹豫，全都递了调营申请。这条命本就是捡回来的，跟着你，哪怕再丢一次又如何？跟着都尉搏一个前程，咱们不能一辈子只做办事运粮的杂役。我便带着你们一起走。入了主战营，便是刀头舔血。可大秦军功不问出身，战场上杀出的功劳，没有人能够夺走。从今日起，我与诸位同进同退，以战功博前程，绝无二话。愿随都尉不这小子这些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统领5000兵马，承载王朝气运，是否凝聚气运官印？气运官印。张邯，属下在。魏权出入驻战营，你带他熟悉军中事务。其余人立即清点兵马、粮草与军械，动兵在即，不得有误。诺。凝聚官印。王朝气运，凝聚都尉印，是否佩戴？官职越高，系统给予的能力便越强。看来这军功，我不得不争了。依照原定计划，财物与密使都已送出，大部分人已经潜入楚国。鲍鱼终究还是死了，他最后的计划也失败了。从谋划上看，鲍云将军已经接近成功。若能烧毁秦军粮草，便可拖延秦军进攻，等到赵魏援兵抵达。可如今，我韩国只能固守新郑。王翦用兵老辣，鲍云将军败在他的手中也不算冤枉。公子说错了，鲍云并非败在王翦手中。溃散的秦国后勤军竟然挡住了韩国7000精锐，还
还有一名屯长，独自杀死数百士卒，斩下抱渊将军首级。秦军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？连运粮收尸的杂卒都能与我韩国精锐死战。秦国真正可怕的，从来不只是兵多将广，那是什么？此法为何能使秦人悍不畏死？六国上下都看得明白。可天下诸国虽然都知道，却没有一国敢真正照着秦国去做。若当年申君变法能够彻底推行，我韩国或许还有与秦国一战的资格。若他生在寡人之下，寡人必倾尽国力支持他。大王，韩国已无退路，唯有调集全部兵力，死守新郑，等待赵魏援军。赵王与魏王都已答应出兵，目前正在筹集粮草军械。只要新郑能够坚守到援军抵达，秦军必退。韩非，城中尚有多少可战之兵？调集全国残军，加上王公禁卫，约有7万。若征召城中奴籍之人，以及士族府中的司奴，可凑出8万余人。只是征用司奴，必须由大王亲自下诏。国难当头，什么顾忌？新郑所有奴籍之人，全部征召守城。无论王公贵族，皆须交出府中司奴。敢有抗命者，以军法处置。张爱强身为百官之首，应当率先表态，臣愿与新郑共存亡。好，丞相如此忠勇，百官定会效仿。破城杀！斩杀韩族，力量增加5点；斩杀韩族，速度增加5点；斩杀韩族，寿令增加5。跟随都尉杀敌。陈将军，城中韩军已经肃清。赵都官员当真勇猛，城门一破，你便带着麾下抢在最前，韩军几乎全被你们杀光了。麾下弟兄憋得太久，如今遇到战机，自然不愿落后。赵明暂驻此城，后秦军一到，立即南下会合。诺。张邯，属下在，率人清理战场，先检查我军伤卒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全部送去救治。所有韩军尸体逐一补刀，绝不能留下诈死之人。诺。李道带领麾下在城外挖掘埋尸坑，魏全负责将所有韩军尸体运出城外掩埋。对，处理尸体不是后勤军的职责吗？按照军中惯例，的确如此。可韩军诈死袭杀后勤士兵之事并不少见。鲍丘当初便藏在尸堆之中，险些杀了你。在我麾下，不得再出现同样的事。从今日起，凡我部攻克之地，所有敌军尸体必须确认死亡，并全部掩埋。尸体没有处理干净，任何人不得离开。属下明白。对，城内敌军尸体已经全部掩埋。结算麾下兵主拾取属性，获得力量48点，获得体魄53点，获得神魂59点，获得寿元60日，全属性突破700点，获得1阶宝箱1只。后勤军已经到了吗？已经入城，让后勤军准备饭食。麾下瑞士就地休整，明日继续前往新郑。诺。获得黄金500两。500两黄金不能继续放在这里蒙尘，我要用它养出一支只听命于我的军队。韩都就在眼前，诸位有何破城之策？末将愿为先锋。王翦上将军原本给了我们2个月，可外围诸城只用了半月便全部攻克。接下来我军自定其期限，半月之内攻破新郑，俘获韩王。诸军能否做到？末将等必竭死力。粮草如何？粮道畅通，足够大军使用。箭矢、巨石、冲车、云梯均已运抵阵前。好，明日先以箭雨飞石压制城头守军，再令步兵携云梯攻城。先锋主将由吴华担任，末将领命，不破新帐，誓不回营。本将绝不会再败第2次。都尉，大军已经抵达韩都，上面可曾下达军令？还没有。若能成为攻城先锋，先登城头，便是首功。你想抢先锋？这样的机会，谁不想要？先锋要承受守军最猛烈的反击，9死1生，你不怕？都尉刚进入驻战营，或许还不知道先锋军的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凡担任先锋者，战死后抚训加倍，若能够活下来，所有斩首军功全部按双倍计算。先锋若有子嗣，可免除兵役，并由朝廷抚养至14岁。难怪每逢攻城，瑞士都争着担任先锋。只是全军万将都在争，恐怕轮不到我们。军令尚未下达，此时多想无用。若先锋之位真落到我们头上，我便带你们把这份军功拿下来。赵都尉何在？我在。奉陈将军之令，明日万将营所有弓箭手统一集结，对新郑城头进行箭雨覆盖，命赵都尉负责调度本营攻守。末将领命。看来先锋之位落到别营了。先锋进城是军功，城破之后杀敌同样是军功。等城门一破，我带你们第一个冲进去。新郑城中有数万韩军，还怕没有首级可取？都尉说的对。都回去休息，明日便是大战，谁敢耽误军令，我第一个罚他。诺。秦军要攻城了，快上城墙！停！慌什么？
曹毅，这便是你训练出来的守军。末将无能，请相国责罚。禁军何在？五千军不必参战，全部充作督战队。凡擅离城墙临阵退缩者，斩；凡扰乱军纪、动摇军心者，斩。本相亲自坐镇城楼，与诸军共御外敌。出城让令。赵国、魏国100万援军正在赶来，只要新政坚守1个月，援军必至，届时内外夹击，秦军必败。果真名不虚传，我张平宁死不降。秦军有何手段，尽管使来。既然韩相执意求死，本将成全你。大秦锐士，弓弩手就位，投石车准备。主将令，进军。曹毅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都必须守住城墙。反敢后退者，督战队立斩。末将领命。所有弓手准备，秦军进入射程后立即放箭！放箭！将军，秦军尚未进入我军弓箭射程，60丈，难道秦弓当真能射这么远？杀！躲避！举盾！击杀韩族，力量增加。系统提示：击杀韩族，速度增加。放箭！炮石机放！谁敢退后半步，督战军立斩！举盾！前军不退，继续冲！把云梯架上城墙，绝不能让秦军登上城头！造谣放话，继续撞，谁也不许退！吴将军，报，吴华将军战死，先锋营伤亡惨重，士气即将崩溃，是否将其撤下？前军锐气已尽，便无换另一支前军，命吴涛万将营接替进攻。陈涛之后，各营依次压上。今日必须攻破韩都。诺。秦人退了，我们守住了，新京不会亡。将军，你看城外。赵明、刘武，末将在。我部接替吴华先锋营继续攻城，先登者为首攻。擒获韩王者，即不世之功。你们谁愿担任先锋？末将愿往。赵明初入驻战营，攻城经验不足，此战由刘武所部打头阵，赵明率军所部随后接应。末将领命。赵都尉，这破城首攻我便先取了，待我打开城门，你带人跟进便是。弟兄们，城门未破，先锋后赏便仍在，随我攻破韩都，夺取首攻。杀！我军负责接应，暂时不要聚集冲锋。韩军箭矢与同时仍在，所有人分散前进，注意掩护伤卒。诺。进军，攻守对准城下，投石机轰击秦军剑阵。城一旦破，所有人都得死。为何还没有破门？都尉，门缝已经被铁枝封死，里面还顶了数层横木，弟兄们撞了上百次，根本撞不开。不许停！城门撞不开，便随我杀上城楼。先锋营今日不破此城，誓死不退。第1都尉营何在？刘武打不开的门，我们去开。全军听令，若我战死，由章邯接掌全营。章邯若亡，魏全继之。不破韩都，绝不回撤。随我直攻城门。除亲卫军外，各万将营全部压上。今日不一切代价，必须攻破韩都。战死一人，立刻补上一人，绝不能给秦军半点机会。赵明，城门已被铁枝封死，冲城门撞了数百次都没有用，不要白费力气，速速登城助我。对，让弟兄们再用冲城门试一次。不必，你们跟紧我，能不能破城，便看这一剑了。怎么回事？城门裂开了！快禀报将军，秦军要破门了！他还是人吗？一个人撞开了新郑城门。第1都尉营听令，随本都尉杀敌。都尉神威，杀入韩都。击杀韩族，获得力量5点。击杀韩族，获得寿数1天。杀！跟紧都尉。城门浇筑铁枝，又以10几道横木加固，怎可能被一人破开？将军，秦军已经进城了，调集所有兵马，把他们赶出去。后退者斩！赵明竟真以一人之力破了城门，全军入城。禀将军，新郑城门已破，陈涛麾下赵明都尉独立破门，率军攻入外城。好，弓弩手停止覆盖，全军压上。传令3军，弃械者生，顽抗者死。丞相，外城8道防线全部失守，秦军已经杀进来了。这轮明月，竟也要替秦人照路吗？请丞相退入王宫。我乃韩国相邦，国在何处，我便在何处。传令曹毅，外城便是他的埋骨之地。至于内城，
本相和新帐共存亡。击杀韩族获得体魄5点，击杀韩军万将获得全属性性，宿主全属性突破900，获得一阶宝箱1枚。韩都尚未完全攻破，弟兄们还能不能战？都跟紧都尉，今夜咱们杀穿韩都。诸位将士，国都就在身后。王宫宗庙妻儿老小都在这座城中，我曹毅与你们同守此地，与韩国共存亡。顿兵列前，长矛兵固守后阵，凡有溃兵冲击本阵者，无论何人，全部斩杀。秦军杀来了，快放我们过去！转身迎敌，再向前一步，死！放箭，退回去！与秦军死战，再敢后退，接杀！放箭，拦住他！击杀韩族，获得力量5点。第1都尉营攻破韩都的首功是我们的，擒获韩王的不世之功也要由我们来取。随我杀！长矛兵上前，列阵挡住秦军。韩国上将军，这颗头颅我要了！拦住他！护住上将军！怪物，他不是人！快结阵！击杀韩国上将军，获得全属性10点。韩国完了！都尉威武，杀入内城！报！外城已破，秦军已经杀入内城。曹毅呢？曹将军已被秦将赵明斩杀。曹将军不负韩国，让他在黄泉路上稍后，老夫很快便去陪他。相国，内城与王宫守军不足2万，已经无法抵挡秦军，守不住也要守。张家世代为韩臣，没有跪着求生的道理。丞相，大王急召，新政既已失守，继续死战毫无意义，请丞相立即收拢兵马，退守王宫，以王宫防线作为筹码，向秦兵求和。大王，这是要降了。百官皆已进谏，请丞相以韩国宗庙为重，立即回宫。你们回去吧。丞相，那您呢？告诉大王，韩国可以降，但我张平不降。你们回王宫布防吧，老夫便留在这里，送秦军最后一程。愿意留下的便留下，不愿者可退守王宫，或许还能保住性命。来将通明，大秦都尉赵明。曹将军死于你手。原来他叫曹毅，看来此人在韩国地位不低。他是我韩国最后一位上将军，死在我手中的韩国上将军不止他一人，鲍渊也是我杀的。鲍渊将军也是死于你手。不错，好，好啊！秦将赵明，可敢与老夫一战？杀！既然拿起兵器便是战场上的敌人。击杀韩国丞相张平，获得全属性10点，获得1阶宝箱1枚。丞相慢行，迎敌！若天下终将再乱，那第2个让天下重归一统的人，为何不能是我？宿主初具雄主之心，附属势力子面板已经开启。此处韩军已经全部剿灭，各部保持阵型，继续向王宫推进。韩军尚未全部投降，不可松懈。诺。禀将军，新郑外城已全部攻破，我军已经突入内城，正在包围韩王宫。才，何人率先破城？陈涛将军麾下第1都尉营都尉赵明。赵都尉以一己之力轰开城门，随后率军攻入外城，斩杀韩军上将曹毅与韩国丞相张平。一己之力破门，我军以冲城锤撞击数百次都没能撼动那扇城门，赵明如何做到的？将军亲自去看便知道了。末将只能说，赵都尉的力量绝非常人所有。走，即入军工部，破城首功寄于赵明，统帅之功寄于万将陈涛。诺。禀将军，内城已经完全落入我军掌控，剩余韩国兵马全部退入韩王宫，闭门不出。退守王宫，看来韩王终于知道怕了。传令全军包围韩王宫，暂缓进攻。告诉韩王，想活命就亲自打开宫门出来投降。都尉，
为何停下？咱们直接杀进去，岂不痛快？韩王已经有了投降之意，若能让他主动开门献降，便可减少我军伤亡。正杀得痛快，却突然停了。这一仗是我从军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次。跟随都尉冲阵，自然痛快。我麾下兵卒，每人至少都斩下了数颗敌手。都尉一人破门，又连斩曹毅与张平，简直如战神临世。好了，抓紧时间休息。一日一夜的厮杀还没有真正结束。韩王若不肯投降，稍后仍有一场恶战。恭迎将军。宫内可有动静？回将军，王宫已经被我军完全包围，宫中至今没有出兵，也没有打开宫门。末将等谨遵军令，不曾擅自进宫。向宫中喊话，若想保全性命，延续韩国宗庙，便立即打开宫门，命所有守军弃械投降。一炷香后，若宫门仍未开启，我军便踏破王宫，鸡犬不留。大秦将军有令，见韩王一炷香之内开门投降。相进之后，若降旗未束，宫门未开，大秦锐士便攻入王宫，鸡犬不留。见过秦将军。韩国上下能有这般气度的，除了公子韩非，恐怕没有第二人。虚名不足挂齿。公子亲自出来，想必已经带来了韩王的答复，还是战？韩国若降，秦王会如何安置我王？又会如何处置韩国文武？生杀予夺，皆由大王决定。若韩国在城破前投降，或许还能与大秦谈些条件。如今新政已破，王宫也被我军团团包围，本将唯一可以承诺的，只有保住韩王性命。可否允许我王离开韩国，前往他国生活？韩非，王宫之外全是大秦兵马，韩王如今除了投降或者死，还有第三条路吗？本将没有耐心陪你拖延，请将军再给一个时辰，让我王与百官商议。韩王宫中恐怕已经发生了变故。一个时辰，韩非，你当本将是吃鱼之人？只给你一炷香，相近之时，宫门不开，本将便让韩国王庭血流成河。将军，何必给他们喘息的机会？直接攻进去便是。本将既说一炷香，便等一炷香。现在该着急的不是我们。公子，秦军怎么说？是否愿意议和？一炷香之后，秦军便会攻入王宫。大王已经从密道逃走了。什么？这大王抛下我们逃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大王已经弃国而去，秦军只给我们一炷香。诸位，是开门投降，还是留在这里殉国？大王已经逃了，宫中只剩2万残兵，如何挡得住秦国虎狼之师？难道当真只能投降？王已弃国而去，不降又能如何？时辰到了，随我出去吧。将军，香要燃尽了。韩氏宗亲韩非率王宫内外臣僚将士归降大秦，恳请李将军止息干戈，饶宫中生灵性命。既是举国归降，韩王何在？我王早已从宫中密道离去，下落不明。此事不止韩非不知，殿中群臣亦是方才得知。公子非素有信义之名，本将信你。宫中将士可否投降？弃械者生。韩非带宫中数万生灵，谢过将军。从今日起，韩国不复存在。将韩非与韩国重臣带下去，严加看守。各部入驻王宫，搜查所有殿宇，宫中残兵全部缴械，辅以宫女宗室集中看管。若有人反抗，立斩不赦。诺。陈涛，末将在。由你率本部接管王宫，所有宫殿一座都不能遗漏。赵明，你应为先锋，先行入宫，留吾所部随后接应。末将领命。诸军侯听令，随我入宫。封锁新政所有城门，挨家搜查，不得放走任何可疑之人。擒获韩王者，重赏。是破开城门的那个秦将，杀死上将军与丞相的杀神。想活命的，立即放下兵器，退出王宫。对，他们看你的眼神，就像白日见了鬼神，被你杀破胆了。能投降，便少死一些人。对，韩国王宫里倒有不少美人，要不要属下晚间挑2个送去你的住处？你若想试试大秦军法，可以去办。属下失言。张涵，你率本部驻守此处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王宫深处。罗华、刘望、庄伟，你们3人率部巡视宫院各处。魏全，随我向里搜查。诺。魏大哥，
找一个熟悉宫中情况的人，问出国库位置。此事务必谨慎。对，此人年纪不小，应该知道王宫内的诸多隐秘。你在宫中担任何职？奴才是韩王宫总管。那便省事了。国库在哪里？带我过去。奴才遵命。将军，此处便是王宫宝库，但钥匙一直由大王亲自保管。大王离去后，钥匙也不知所踪。调一架冲绳锤过来，撞开便是。先不急，所有瑞士分散警戒，未经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接近宝库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才韩喜。韩喜，你可知道韩国覆灭后，宫中内侍会是什么下场？轻则贬为奴籍，重则发配苦役。像奴才这种残缺之人，一旦去了苦役营，只怕活不过几日。奴才愿追随将军，此后为奴为徒，绝无二心。只求将军给奴才一条活路。暂时将他留在身边，入夜后寻个机会将他带出王宫，在城中秘密安置。此事不要让旁人知晓。我来安排。谢将军救命！魏大哥，你在外面守着，我进去看看韩国王室究竟留下了多少家底。赵兄弟，进去看看可以，千万不要私取。军法森严，若被中军司马查出，便是大罪。你如今前途大好，犯不着为了身外之物冒险。放心，凭这2颗头颅，我想要什么赏赐犯不到，只是进去开开眼界，难道白来一趟？灵气，先带走，日后再慢慢研究。机关，韩王很可能就是从这里逃走的。魏大哥，诸位有何吩咐？这里有一条密道，很可能是韩王的逃亡路线。你将这2颗首级送去军工处核验，再带人守住入口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我进去探一探。密道里可能藏有机关与伏兵，要不要先禀报陈将军，多派些人进去？凭我的身手，普通机关伤不到我。韩王，你逃得倒快，可真正的宝贝似乎都给我留下了。此行倒是给未来的根基凑齐了大半，正好留下来吸引旁人注意。新政已破，恭贺将军灭韩。韩王尚未擒获，灭韩之战便不算彻底结束。一国之君若逃往魏国或者赵国，再以韩国正统的名义召集旧部，终究是个后患。以诸位之见，韩王会逃往何处？必是魏国。韩王若想求援，必先入魏，再图前往赵国。楚国与秦国近年交好，他应当不会难逃。与本将所想相同。此役你麾下万将营居功至伟，尤其是赵明，凭一己之力破开新郑城门，为大军减少了大量伤亡。破城首功理应归于赵都尉。赵明从后勤营调入你麾下，倒是你的机缘。此战之后，也该给他挪一挪位置了。单凭破城之功，便足以再进一级。末将没有异议。中军司马开普道，恭贺李将军攻破韩都，覆灭韩国。快将军客气了。李将军麾下当真藏龙过虎，有一名都尉独立摧破城门，随后又斩杀韩国上将军曹毅与丞相张平。如此猛将，本将也想亲眼见见。曹毅与张平都是赵明所杀。李将军竟还不知，二人首级早已送到军工处核验，斩首之人正是赵明。哈哈哈哈！难怪王伯将军先前屡次想将赵明调入自己麾下，这般猛将，谁能不动心？赵明的3桩功劳，我已经如实上报王翦上将军，其余将士战功也会在清点后逐一核验。有劳快将军。第一都尉营军侯张邯求见。进来。属下参见李将军。何事？赵都尉在韩王宝库之中发现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隐秘地道，都尉怀疑韩王正是从这条地道逃出了王宫。地道？韩王是在秦军兵临城下后突然失踪，他没有告知韩非与百官，也没有惊动王宫守卫。若是从城门离开，不可能毫无踪迹。赵明发现的这条地道，极可能就是韩王的逃生之路，确有可能。赵明现在何处？都尉已经独自进入地道追查。带本将过去。哼，韩王倒是搬得干净。密道在何处？那里。赵都尉在密道中还发现了兵械库与丹室，兵械库中剩下大量长戈矛戟，丹室之中更有整整1室灵丹。灵丹，封锁丹室，未经本将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。诺。若非赵都尉心细，发现宝库机关，这条密道恐怕永远不会被人发现。若他真能顺着地道擒获韩王，破城斩将，诛相秦王，这等功劳传回咸阳，大王必定重赏。赵明带了多少人追击？赵都尉先行进入地道，魏全军侯随后率领500锐士追入。
500人未必足够，调本将1000亲卫进入地道，增援赵明，务必活捉韩王。果然是韩王的逃亡通道，锁怎么断了？莫非已经年久锈蚀？快换一把锁！此地直通王宫，绝不能出现差错。秦军杀了他！只问一次，韩王藏在哪里？不说。在山中行宫，从这里向西穿过密林，有一座秘密行宫，韩王就藏在那里。身边有多少守卫？300人，全部都是韩国王室暗中培养的隐卫，是守护韩王的死士。卸下甲胄，逃命去吧。你不杀我？你回答的痛快，我便留你一命。我说话算话。巡政必然已经3日了，我们还要躲在这里多久？每多待1刻，寡人都觉得秦人的刀离脖子更近了1寸。大王，此处是韩国王室经营多年的隐秘行宫，秦军眼下忙于接管新政，不可能轻易找到此地。待城外封锁稍有松动，臣便安排大王前往魏国。若秦军发现密道呢？寡人这几日夜夜听到马蹄声，连闭眼都不敢。大王宽心，宝库机关极为隐秘，除王室亲信之外，无人能够发现。即便秦军真的进入宝库，也只会以为里面早已被搬空，不会继续追查。报！大王，行宫外围发现秦军踪迹，他们找到寡人了。来了多少人？只有1人。那名秦将正在宫门外喊话，要大王立即开门投降。1人，区1人也敢来逼寡人投降？1人能够追到这里，便说明密道已经暴露。不论外面来了多少人，此地都不能再留。请大王立刻移驾。好，都依你。杀掉外面的秦将，随后立即整队护送大王从另一条山路撤离。韩国已亡，放下兵器，可免一死。不过是一个秦军探子。前军结阵，快拦住他！谁敢再上前半步，我便杀了韩王！退下！全都退开！壮士，你不过是一名秦军都尉，何必为秦国卖命？只要你肯放寡人离开，寡人便封你为韩国上将军，让你统领万军。寡人还有一位女儿，姿容绝世。你若愿意护送寡人前往魏国，寡人便将她嫁给你，让你成为韩国驸马。闭嘴！你若安分，我便留你性命；若敢乱动，这把剑可不会因为你是韩王便手下留情。寡人可以把国库中的珍宝分你一半，不，7成。只要你放过寡人，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命令你的人放下兵器，全部跪地投降！还愣着做什么？都放下兵器！谁敢反抗，寡人诛他9族！你很识时务，这条命暂时保住了。英雄，再说1个字，我便割下你的头。赵兄弟，这些人都是你一个人收拾的？运气不错，来得正好。将降族全部控制起来，韩王押回新政，交由李将军处置。诺！放肆！寡人纵然被俘，也是诸侯之尊，你们岂能如此对待寡人？赵兄弟，这便是王，不过是一个戴着王冠的普通人罢了。报！禀将军，赵明都尉已经擒获韩王，正将其押回王宫。好，本将亲自去迎。那就是韩王，看着也不过如此。身为一国之君，竟抛下臣民独自逃亡，哪有半点君王气节？那不是破开新郑城门的赵都尉吗？难道韩王也是他擒住的？破城之后又擒王，若当真都是赵都尉所为，那他的功劳怕是大得惊人了。赵都尉亲自押着囚车，后面又全是他麾下的弟兄，韩王必然是他擒获的。破城守宫，再加秦王之功，等大王知道这些战功，我们只怕很快便要改口称赵将军了。能跟着这样的将领才是福气。听说第1都尉营这次人人斩敌都在5人以上，几乎全营都能进爵，这都是赵都尉亲自带他们冲出来的军功。韩王已擒，灭韩之战终于圆满。是啊，此人一到，本将才能真正安心。若非赵明发现密道追入深山，韩王恐怕已经逃出升天。只是他的战功虽大，想直接晋升主将，恐怕仍显资历不足。军中官职不仅看个人勇武，也要看统兵之能。禀将军，韩王与200余名禁卫已全部擒获，禁卫已经押入降营，韩王在此，请将军处置。辛苦了，
韩王倒是好本事，抛弃都城与百官，独自从密道逃走。韩国有你这样的王，焉能不亡？来人，将韩王押入军狱，严加看管。待新政彻底肃清后，解送咸阳，献于大王。诺。第一都尉营破城擒王，功不可没。传本将命令，赏全营每人美酒一坛。今夜允许你们开怀畅饮。所有战功，中军司马均会如实记录。大秦绝不会亏待任何一名有功将士。谢将军赏赐。你们鏖战一日一夜，也该去休息了。城中战场尚未清理，末将愿率部收敛尸骸，肃清残敌。你从破城至今尚未合眼，难道不觉得疲惫？战事尚未彻底结束，现在休息还早。既然你有此心，便去吧。谢将军，去通知章邯，让弟兄们先清理韩军尸骸，全部运出城外掩埋。今夜李将军赐美酒，事情办完后，大家一起喝个痛快。诺。此人倒是奇特，从后勤营进入如此大功，竟还愿意亲自收拾战场。或许他天生就适合军营。在主战营，他能冲锋破阵；在后勤营，他也能妥帖处理伤卒与尸骸。听说赵明还精通医术，不错。赵明所创的缝合与消毒之术，救下了大量伤卒。咸阳的夏武也太医令，甚至想亲自收他为徒。只是王翦上将军看中他的勇隐，才将他调入驻战营。夏武且也收他，此子还真是文武医道皆有天赋。韩王已经擒获，不必继续封锁全城。韩地上有数座城池需要接收，本将会尽快分兵前往。你先核验此次战功，后勤军2日后抵达。在此之前，还要辛苦各营完成初步清理。职责所在。动作都快些，韩军尸骸全部运出城外掩埋。事情做完，今夜美酒管够。都尉放心，今夜一定要与都尉喝个痛快。咱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灌不倒都尉一个？想灌倒我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父亲，天大的捷报！快30岁的人了，还是这般毛躁。孩儿失态。你能坐在今日的位置上，不仅因为战功，更因为大王信任。王家如今手握重兵，朝中早已有所议论。身居高位，最忌得意忘形，稍有不慎，王家顷刻便可能倾覆。父亲教诲，孩儿谨记。新政已破，韩非率领百官献席请降，韩国亡了。李腾没有辜负大王，也没有辜负父亲的举荐。韩王在城破之前逃了，身为一国之君竟弃城而逃。天下诸侯多为庸弱之辈，论雄才胆略，无一人能与大王相提并论。只是韩王若逃到赵国或者魏国，终究是个隐患。若李腾让他逃走，灭国之功也要打上几分折扣。父亲，还有何事？你可知道此次是谁率先攻破新章？莫非是陈涛，或者吴华？是赵明。那个从后勤营调入驻战营的赵明？正是。李腾先派1万先锋攻城，折损近8000，仍未破开城门。赵明上阵后，独自挥剑摧毁城门，率军杀入新郑。韩国新任上将曹毅、丞相张平也全部死在他的剑下。此番灭韩破都首功，竟落在赵明一人身上。他竟有如此无勇！赵明最初在后勤营立功，尚可说是偶然，可他后来率领溃兵阻击暴渊，斩杀数百韩军，已经不是运气能够解释。如今又独立破开新郑城门，连斩韩国上将曹毅、丞相张平，此子是真正的悍将之才。北疆蒙恬昔日也常得父亲称赞，如今赵明竟能得到父亲如此评价，足以让营中诸将汗颜。你可知我从他身上看见了谁的影子？谁？昔日的武安君。白起。父亲竟将赵明与武安君相比。我不是说他如今已有武安君的统兵之能，而是他同样出身微末，凭着一次次杀敌立功，从行伍中崭露锋芒。若能活下来，再历经数场大战，此子未来不可限量。武安君一生征战，为大秦立下不世之功，可最终却没死在敌国刀剑之下，而是败于朝堂谗言。于我而言，他既是敬仰之人，也算半失。事情已经过去多年，陷害武安君的奸佞也早已伏诛，父亲不必再为旧事伤怀。正因为过去多年，才更不能忘。武安君的下场，便是悬在我王家头顶的一柄利剑。波儿，你要记住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王家手握重兵，越是显赫，越要远离朝堂争斗，不可给人留下把柄。孩儿谨记。赵明调入驻战营，是一步好棋。此次破城斩将，理当厚赏。都尉以上的升迁，需要大王亲自裁决。孩儿会将战报加急送往咸阳，请大王定夺。去办吧。你妹妹近来如何？应当已经返回咸阳。父亲不必挂心。终究是为父亏待了他。扶苏公子素有仁德之名，年纪又与妹妹相仿，若此婚能成，妹妹将来或许还能成为大前王后。对
对他、对王家都算良缘。对王家是好事，但对嫣儿未必是福。身为王家子弟，许多事本就由不得自己。妹妹日后会明白父亲的苦心。罢了，传令李腾，韩王即便已经逃出新郑，也绝不会走远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将其擒获。若让韩王逃往赵魏，必成后患。孩儿领命。弟兄们，此番破城擒王，李将军特意赐美酒与肉食，今日酒肉管够，诸位尽管畅饮。敬都尉，干！这可是韩王宫里的御酒，普通人一辈子都未必喝得到。滋味尚可，只是不够烈，少了几分劲道。难道都尉还喝过更好的酒？自然喝过，那酒入口如火，回味绵长。眼前这些御酒与之相比，便如清水一般。那是什么酒？说了你们也没听过。总之，那才是真正的天下佳酿。都尉定是在吹牛！弟兄们，今日非得灌倒他，让他把那好酒的名字说出来。都尉打仗无敌，喝酒也能无敌不成？真羡慕第一都尉爷。赵都尉冲锋永远在最前面，麾下弟兄只管跟着杀敌便是。若我们也在他手下，何至于死这么多人？当初咱们可是先锋，结果首功没抢到。若不是赵都尉破门，只怕连命都要丢在城下。心中憋屈。末将无能，将军将先锋重任交给我，我却未能破扩城门。军中只认本事，此战莫说你一路身为都尉，靠的后勤营也远不是运气，而是真正的能耐。将来他的天地，只怕不是你我能够张良的。将军，攻城之前，您让我为先锋，赵明从旁指引，他会不会因此对您心生芥蒂？让你先攻，确有几分私心。我更了解你的能力。赵明刚刚领兵，我当时无法判断他是否擅长攻城，让你担任先锋也并无明显不妥。只是赵明的本事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他胸襟并不狭窄，不会为此记恨。但你先前那番狂言，终究有些失礼。走吧。赵明为大秦立下如此功劳，你我理当亲自前去道贺。末将明白。末将见过陈将军。赵都尉不必多礼，以你此次所在受封赏之后，官职或许便要在我之上了。将军言重了。赵都尉，若非你及时破城，末将与麾下弟兄只怕已经全部战死。今日刘武特来谢都尉救命之恩。刘都尉客气，战场杀敌本就是我秦军将士的分内之事，即便当时攻城的不是刘都尉，我也一样会出手破门。无论如何，救命之恩是实，是谢都尉救命，也是为我先前的狂妄赔罪，还请都尉不要与我计较。同为秦军袍泽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战前之言，我从未放在心上，只要日后同心杀敌，便足够了。多谢都尉宽宏。陈将军、刘都尉，既然来了，不如一起喝几碗。今日是李将军对你们都尉营的犒赏，这份荣耀属于你们。我营中尚有军务，改日再与你畅饮。弟兄们，继续喝。那刘武昨日何等嚣张，今日倒是跪得痛快。形势所迫罢了。倘若是他先破城擒王，今日便不会是这副模样。4支1阶宝箱，还有麾下兵卒掩埋尸骸所获得的属性，领取。共掩埋敌军尸骸6790组，获得力量168点，获得速度139点，获得体质96点，获得精神88点，获得寿眠188日，顺应天下大势，生擒韩王，获得王朝气运馈赠，奖励2阶宝箱1支。天下还有5位诸侯王，若都能被我亲手擒获，全部开启。获得黄金1000两，获得终极医术，获得神州玉图1卷，获得玄阶低频武技疾风一剑，获得地阶低频武技百步飞剑。学习疾风一剑，学习百步飞剑。颖丫头，这么早便回来了？李爷爷早，清晨采下来的药材药性最好，您那双腿还得继续服药，晚些记得到我家换药。忘不了，你配的药是真管用，我这老寒腿已经松活多了。英姑娘，前些日子配的药茶还有没有？有，晚些来我家取便是。你家要的粮油我已经从镇上带回来了。多谢叔伯，稍后我去取。娘，我回来了。颖儿，你没去深山吧？娘说过多少次，一个人绝不能进深山。我只在山脚采药。您看，我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你哥哥至今没有音信，娘这颗心已经悬了10个月，再经不起你出任何意外。娘，忧思最伤身体，这话还是您教我的。哥哥一定会平安归来，你要养好身体，等他回家。前些日子已经托吴礼仲打听消息，想来也该有回音了。吴爷爷，是不是有我哥哥的消息了？颖丫头猜得不错。李正，我家明儿如今在何处？托人多方打听，虽然没有得到确切消息，
但赵明应当被编入了后勤辎重营。后勤营，后勤兵2年轮换，明儿已经离家近1年，是不是再等1年，他便能回来了？正是，后勤营主要运粮收拾战场，不必冲锋在前。娘，我早就说过，哥哥那身板肯定进不了先锋营。休要这样说你兄长。还有一件事，李正，请说。秦军已经东出函谷，恐怕也随军进入韩地了。无妨，明儿只在后勤营，不必上阵杀敌，他一定会平安的。是啊，后勤军只负责运送粮草、清理营地。赵明那孩子从小聪明，就算到了异国，也能照顾好自己。你们母女便安心等着，最多还有1年，赵明便能平安回家了。吴爷爷，兄长入伍快10个月了，为何家中一直没有收到粮饷？如今大秦正在对外用兵，举国粮草都送往前线，后方发放有所延迟也属正常。等战事结束，应当会一并补发。那我哥哥能领多少？你这丫头可别抱太大希望。老夫年轻时也在郡兵中待过，后勤兵无需冲锋陷阵，性命更安全。可俸禄和赏赐也远不如助战瑞士。瑞士只要杀敌立功，便能得爵分田，哪怕只剩1级爵位，所得俸禄也足够一家人过得宽裕。吴爷爷家中的田地，便是当年朝廷赏下的。正是，助战瑞士在刀口上搏前程，立功机会多。后勤军主要负责粮草辎重，危险较少，军功自然也少。什么爵位田产我都不在乎，只要兄长平安回来，便已经足够。这话倒没错，你们母女都有医术傍身，不必靠军功养家。可世间许多百姓无田无业，家中又有老小，除了从军搏命，哪里还有别的出路？赵明既在后勤营，再过1年左右便可轮换归乡。至于拖欠的粮饷，待官府拨下，老夫自然会替你们留意。多谢吴爷爷，娘始终担心兄长，如今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娘，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吧？哥哥在后勤营里不必上阵厮杀，再等1年，他便能平安回家。平安便好，什么军功爵位，娘都不要。只要你兄长能够完整的站在娘面前，便胜过世间所有富贵。娘回屋歇息吧。燕儿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离家的这些日子，娘没有一夜睡得安稳。快进府，娘已经让人备好了娘，回来便好。赵明，你说过的话可千万不要忘了。大王，赵国也有新的动向。说赵衍登任后，任用进士郭开为相，又将一名出身低贱的女子立为王后。昔日太子赵毅虽然仍在宗室中颇有声望，却已被彻底排除在权力之外。赵毅，郭开贪婪无能，此人出任赵相，对赵国并非好事。而赵国内部争斗未息，也是赵国此次不敢出兵援韩的原因之一。赵衍以非常手段夺得王位，想要坐稳位置，必会寻找对外用兵的机会。他只要一动，便会露出破绽，继续盯着赵国。臣领命。魏国呢？信陵君魏无忌不会眼睁睁看着韩国覆灭。魏无忌确实四处奔走，他先劝赵国出兵，被赵衍拒绝，又派人前往楚国，请春熙君援韩，同样没有成功。如今秦楚关系尚可，楚国不愿轻易卷入战事。魏无忌是个明白人，可惜他纵然看清了天下大势，也已经无力阻止。启禀大王，魏超大人携诸位重臣求见。选。臣等拜见大王。免礼。朱清一同前来，看来是有好消息。臣刚刚收到王翦上将军从前线送回的600里加急，未敢私自拆阅，特来呈给大王。军报尚未打开，卫青怎知这是捷报？若非大捷，王翦上将军不会动用600里加急。天佑大秦，竟让寡人得此悍将。韩都新上将军来报，已经被我大秦攻破，韩国亡国在即。臣等恭贺大王。韩国本就是6国之中最弱的一国，攻破韩都并不值得朱清过分欢喜。真正的问题是，韩王在城破之前失踪了。大王，韩王即便逃出新郑，也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离开韩国疆域。如今韩都周围皆是我军锐士，只要李腾将军封锁道路，仔细搜查，必能将其擒获。韩王既敢出逃，必然早有准备。若让他成功进入赵国或者魏国，再借韩国正统之名召集旧部，新得韩地便很难安稳。父王，儿臣有一策，或许能够引韩王现身。讲。韩王逃亡，无非是担心被擒之后遭处处死。父王可下一道招降诏书，只要韩王主动现身归降，便保全他的性命与宗面。韩王得知父王愿意宽恕，或许会主动投降。此事无需寡人额外下诏，王翦、李腾自会妥善处理。卫青，若前线再有消息，立即呈报。臣领命。父王，儿臣的办法有何不妥？韩国百官将领可以用恩惠笼络，但韩王是一国之君，纵然寡人饶他性命，
亡国灵之恨便会因此消失吗？儿臣受教。扶苏虽然师从淳于越，但年纪尚幼，对政事人心了解不足，相邦今后要多加教导。大王放心，老臣定会尽心辅佐长公子。卫青，赵明此次夺得破城首功，又斩杀韩国上将军与丞相，依照秦律，该如何封赏？回大王，都尉以上将领夺得破城首功，可升官一级，爵进2级。只是臣建议暂缓刑赏。为何？韩国全境尚未完全平定，韩王也未擒获。此战有功之人不止赵明，士卒斩首，将教统军，各营攻城守城之功，都需由中军司马逐一核验。待灭韩之战彻底结束，再将所有战功汇总，一并封赏，更为妥当。准。赵明，可是此前镇斩鲍鱼，从后勤营调入驻战营的那个年轻人？正是。他进入驻战营才多久，竟然便能夺得破城首功？军工兵已经现场记录，中军司马也完成核验，秦军战功制度绝不会出现虚假。臣恭贺大王又得一员悍将。寡人看着赵明，倒想起了大秦昔年的一位将领，朱清以为是谁？大王所想之人，可是昔日武安军白起？卫青果然知寡人心意，不错。赵明出身后勤营，一步步凭借战功崭露锋芒，这份经历确有几分武安军当年的影子。赵明如今仍只是初露锋芒，但他出身甚至比昔日武安军更加微末。若能继续成长，将来或许真能成为大秦军中的擎天之柱。此事日后再看。赵明与全军将士的封赏，待韩国彻底平定后一并处置。臣遵命。郑卿，今日灭韩捷报传来，你为何一言不发？臣有一事，恳请大王答应。郑卿开凿大渠，令关中沃野千里，粮食丰足。你于大秦有大功，只要所请不违国法，寡人便答应你。臣本是韩人，如今韩国将亡，臣不敢替韩国王室求情，只求大王宽待韩地百姓，莫因国归降而施加苛政。寡人要的从来不是韩国土地，寡人所求是让整个华夏归于一统。六国百姓与秦人本就同出一脉，只要遵守秦法，寡人自然会一视同仁。臣愿意愚崩孝纣大王，至死不渝。大王，韩地归秦之后，需要尽快安抚百姓，恢复生产，应当提前派遣重臣前往治理。关于韩地建制，还请大王定夺。寡人早有安排。韩国灭亡后，其疆域设为颍川郡，由李腾率军震慑韩国旧族。至于颍川郡守的人选，朱清可以举荐。臣举荐御状。臣举荐姚贾。郑卿，你心中难道无人可见？若一定要臣举荐，臣以为蒙毅可当此人。既是郑卿所眷，寡人准了。蒙卿，明日启程前往韩地，主持颍川郡政务。待民心安定，疆域稳固，寡人自会为你续功。臣领命。只是颍川出复，百废待兴，臣有3件事，请大王明示。讲。其一，韩地若有人趁乱生事，应以重刑震慑，还是怀柔处置？其二，臣治理颍川期间，若需兵马协助，能否调动当地秦军？犯上作乱者，依秦律处置，不必宽纵。韩地既已归秦，一应制度自然按照秦法推行。韩地虽小，却有稍有差错，便可能生得动乱。寡人即将颍川交给你，除秦法明令禁止之事，其余政务你可临机决断，不必事事上奏。大王所赐权柄已经足够，若真遇到无法解决之事，臣自会上奏请示。大王，韩国将亡是我大秦一喜。臣听闻大王有意将乐阳公主许配给王弼将军。王翦上将军之女王延年方14，与长公子扶苏年岁相仿，何不趁灭韩之喜，为两家定下婚约？如此便是3喜临门。此事待王翦凯旋之后再行商定。大王圣明。今日朝议到此，于是明日再奏。臣等告退。你为何还不退下？奴婢斗胆请示，大王今夜准备留宿何处？你来安排便是。胡夫人前些日子曾提起，18公子十分思念大王，今日又恰好是18公子的生辰，大王是否前往胡夫人宫中？亥儿的生辰，便依你所言。奴婢遵命。再过18日，便是阿庞的生辰了。你若还在寡人身边，该有多好！若当年寡人能够护住你，我们的孩子或许比扶苏还要年长。阿房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赵兄弟，你这医术似乎又精进了，前些日子尚且没有如此熟练。不过是医治的人多了，手熟罢了。缝合与烈酒消毒之法，如今已经在各营推行，伤族死亡的人数的确比从前少了许多。但老夫近日发现，有些伤族明明经过了妥善治疗，数日之后仍会染上7日风，有些人却安然无事。这里面是否还有什么关窍？自然有，针线、镊子、包扎用的布帛都有可能沾染看不见的脏物。
如今的手段只能尽可能，却无法彻底洁净，就连军中用来消毒的烈酒也远远不够。少府提供的酒已经是天下最烈，竟然还不够，还差得远。眼下只能将伤口尽量清洗干净，再用烈酒擦拭。虽然不能保证万无一失，但总比放任污血留在伤口里更好。那能否酿造更烈的酒？以后或许能找到办法。现在，先将能够做到的事情做好。听伤兵们说，你这次不但破了韩都，还亲手擒住了韩王，如此大功，等封赏下来，只怕老夫以后便不能再称你赵兄弟了。老哥消息倒是灵通，伤兵营里都是刚从战场下来的士卒，如今满营都在说你的功劳，老夫想不知道都难。封赏还要等咸阳的消息，眼下谈这些，为时尚早。启禀大王，王翦上将军有紧急军报呈上。念。臣王翦急奏：韩都既破，韩王抛弃百官，自密道逃离新郑。李腾将军随即封锁全城，搜捕韩王。幸有蓝田大营都尉赵明于镇守韩宫宝库期间发现地下密道，亲自率部追击，最终生擒韩阳王及其残余护卫。韩国自此彻底覆灭。又是赵明，昨日才听说他独立破城，斩杀韩国上将军与丞相，如今连韩王也是他抓住的。破城斩将诸相秦王，这些功劳竟然全部集中在一人身上，此人日后的前程不可限量。哼，有趣。此人当真是寡人的福将。才，臣等恭贺大王。灭韩之战的军功核验的如何了？回大王，少府已经大致核算完毕，今日便可将有功将士的名单全部呈上。善。韩国继王，自今日起，其就地正式设为颍川郡，由蒙毅担任始任郡守。臣等附议。蒙毅接诏。臣蒙毅领诏。蒙清，寡人将颍川军政之权全部交给你。2年之内，寡人要让韩地百姓真正归心，让颍川彻底成为秦土。臣必不负大王所托。赵明此次攻破韩都，生擒韩王，又斩杀韩国上将与丞相，按照秦律，该如何封赏？回大王，以赵明所立功劳，可擢升官职2级。赵明现任都尉，可任副将，统领5万兵马，节制5名万将。爵进4级，则为左庶长。寡人若没记错，赵明入伍尚且不足1年。大王记得不错，军籍记载，赵明从军尚差半个月才满10月。10个月，左庶长可是10级官位，岁俸500担，还可获得500亩次田，这般升迁速度，简直闻所未闻。主席，这便是我大秦的军功爵制。放眼天下，可有第2个国家能够让一个没有家世、没有靠山的平民，凭借战功成为统领数万兵马的将领？又有哪一国愿意将爵位、土地与富贵赏给真正有功之人？正因为如此，我大秦瑞士才能人人奋勇，悍不畏死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为大秦立功，大秦便绝不会亏待他们。大王万年，我大秦一统天下。拟诏：都尉赵明攻克韩都，生擒韩王，斩将诸相，功勋卓著，擢升官阶2级，晋为副将，统领5万兵马，节制5名万将，爵位晋升左庶长，岁享俸禄500担，于其籍贯所在赐田500亩，免除2年田费。其从军以来拖欠岁俸，全部按照左庶长俸禄补发。大王圣明。卫青，将赵明的战功详细整理，通传大秦各军。寡人要让所有将士都看见，我大秦军功爵制绝无虚假。凡奋勇杀敌、为国建功者，都能像赵明一样得高官受厚赏。臣遵旨。大王，韩国已经覆灭，颍川又有李腾率军镇守，王爷上将军可以班师回朝，以免继续消耗粮草。准。命王翦班师咸阳，韩安王与韩国百官也一并押解入秦。老臣领命。治理颍川并非一人之事，你所其是熟悉律法、文书与地方政务的基层官吏不可短缺。若需人手，可与相邦商议。臣遵旨。大王，颍川即将全面推行秦律，廷尉府中有不少精通律令的官吏，也可随蒙郡守一同前往。准。赵都尉，李将军有令，请都尉立即前往相见。吴统领，可知将军为何突然召见？都尉去了便知道了。赵明，本将等你多时了。赵明，本将等你多时了。末将见过将军。坐。咸阳的王令到了。赵明，此次灭韩，你先破新郑，又斩韩国主将，擒韩安王，立下灭国之功。晋国卫府核定军功，王上亲自下令，擢你为副将，可统兵5万，爵升4级，左庶长。除爵位官职之外，按左庶长爵赐田500亩，随俸500分。此前10个月拖欠的军饷也全部按照左庶长爵补发。
这是王上特意加的一条。按照左庶长补发。哈哈哈，不错，你小子这一次可是彻底入了王上的眼。寻常军功封赏可没有这种先例。除此之外，国卫府已经下令，将你此次灭韩的战功传超各军，从一介后勤士卒10月封左庶长。你赵明的名字，今后怕是要传遍整个大秦军中了。末将不过运气好些。哼，运气？阳城7000韩军夜袭的时候，你说是运气；鲍渊死在你手里也是运气。新郑城门是你破的，韩王安也是你抓的。若这些都是运气，那本将倒真想看看你的运气还能好到什么程度。还有一件事，王上已经下令上将军班师回朝，你也随军回去。我？不错，王上要亲自见你。怎么，怕了？哈哈，战场上数万人都见过了，见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？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这才像那个敢一个人冲新郑城门的赵明。哈哈哈！不过本将还是提醒你一句：战场上的刀看得见，咸阳城里的刀可未必看得见。多谢将军提醒，末将明白。去准备吧，3日之后大军启程。主人，500斤。这是？从今日起，你不必再自称奴仆。韩国虽然亡了，但原本韩国境内的商路、豪族人脉不会一夜消失。你在王宫待了那么多年，对这些应该比我熟。主人想让我做什么？第一，置办产业，酒肆、商铺、车马行，只要合适都可以做。赚钱只是其一，最重要的是消息。主人是想……现在不需要做什么，我只要你先把根扎下去。第二，暗中收拢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和流民，不必太多，先给他们饭吃，给他们地方住，挑选其中身体强壮、头脑灵活之人，识字的留下，不识字的教。诺。第三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些产业和我有关。属下明白。500斤只是开始，不够再来找我。我要的不是短时间内赚多少钱，而是稳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主人，还有事？如今韩国已经亡了，主人以后想走到哪一步？我也不知道，先活着，然后再看看这天下。副将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吧。大秦万胜！大秦万胜！上将军万胜！哪个是赵明？听说就是那个最年轻的。听说新郑城门就是他破开的。哪位是左庶长赵明？我便是。王令，上将军王翦、左庶长赵敏即刻入宫，王上召见。第一次入宫，是。紧张吗？有一点。还有你小子会紧张的时候。上将军，末将再怎么说，今年也才16。走吧。上将军、左庶长，王上已经在章台宫等候多时。灭韩副将左庶长赵明觐见。此时的赵明尚不知道，自己今日踏入章台宫的这一步，究竟会让这个时代发生怎样的改变。他只知道，从今日起，他再也不是那个只求苟活2年的后勤小卒，